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在小渔村里玩了几天后，景嫣打算不再叨扰下去，与秦姐和秦大哥道别后，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。路上的景嫣和吴晓峰之间的恋爱气息越发浓郁，两个人粘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一堆粉红泡泡。景嫣和吴晓峰没有按照原来的路线返回，反而选择了另一条相对来说较远的路走。途经一处村庄，一位老妇人忽然朝二人跑来，扑倒在景嫣面前：“救救孩子吧！”老妇人脸上布满灰尘，瘦成皮包骨，怀里的孩子也是眉头紧锁，一副痛苦状。这是怎么了？景嫣松开吴晓峰的手，一把搀起了老妇人，扶到一旁坐好。妇人抱着孩子，怀里一直哭着的孩子，此时也一抽一抽的渐渐睡去，模样格外可怜。先前邻国打仗，将村子当成了诱饵，拉走男壮丁，这一走啊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山匪得了空子，把能抢的都给抢了，能杀的也都给杀了。我这老太婆命大，躲在林子里才保住了这条贱命。老妇人说着，怀里的孩子突然又哭了起来，没哭一会儿，又像是哭累了，哭声渐渐的变小。剩下的人呢？景嫣皱起眉头，看了眼村里的狼藉模样，村子已经不像是村子了，换句话来说，倒更像是一个鬼村，没有一丁点儿的人气儿。叹了口气儿，景嫣心中有些难过。古时的战争和现代的战争同样可怕，承担苦难的同样是无辜的百姓。权贵利益之下，是多少的骨肉相离与血流成河呀！回过神来，景嫣注意到老妇人怀中抽噎着的孩子，想必饿了很久了吧。景嫣从背包里拿出几个馒头来，那是离开前秦姐塞进她口袋里的，一路上没舍得吃。景嫣将馒头递过去，老妇人急不可耐地接到手，狼吞虎咽吃了起来，干裂的嘴唇因用力过度直接撕扯开，流出渗人的血珠。见此，景嫣急忙将水袋子递过去。老妇人三下五除二吃掉馒头，又为了点水给孩子，小孩子这才不闹腾。对了，村后面还有几个活着的，这儿偏僻没有人，却胳膊少腿的躺在那里等死。我们的命啊，怎么这么苦啊！老妇人一拍大腿，景嫣于心不忍：“婆婆，带我去看看他们。”老妇人颤巍巍带着景嫣和吴晓峰绕过村子，来带有伤员的地方，那儿还算干爽阴凉。几个人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地叫着，脸上都是汗水，喂东西是吃不下去的，也就能喝点水。说罢，老妇人拿着景嫣给的水壶，一点一点给伤员喂下去。景嫣转头看向吴晓峰，吴晓峰眉头紧锁，想到边疆的人生活得那么艰苦，景嫣握了握吴晓峰的手，吴晓峰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：“做你想做的，我都会支持你。”看这一地废墟，阵阵黑烟从已经完全看不出房屋形状的墙壁上冒出，悠悠飘上天空。这里仿佛是一个地狱，而那些村民便像是被地狱使者从天堂里拉下来的俘虏。吴晓峰不禁叹道：“每一个政权的更替都要通过战争，可是他们可有想过，战争最后危害的都是百姓？朝中那些草包文臣整日埋头苦读，虽满腹经纶，却根本不能体会民间疾苦。进谏时只会拍皇帝马屁，武臣只识弯弓射大雕，凡事都靠蛮力解决，一言不合就要挑起战争。大臣本是用来为皇上排忧解难、提出建议的，现在却成了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的马屁精。皇上也不管，日日笙歌，与佳肴美人相伴，醉生梦死。看看这些百姓，本就赋税沉重，加上战火寥寥，怎么可能还受得了？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大国危矣。我们两人虽然威力薄，但是也可以帮到这些百姓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你负责把受伤的灾民带到我这里，把没受伤的或者受了轻伤的都召集起来，为大家做一些后勤工作。景嫣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帮助这些可怜的百姓。吴晓峰虽说平时总是喜欢在他面前开玩笑，
但实力却再次让景嫣刮目相看。不出多久，大部分伤员便被吴晓峰聚集到了一处。百姓对吴晓峰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，毕竟这么一个年轻人，说这里有神医可以救治他们，而且还免费，说给谁听谁都不相信。他们都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来的，看到所谓神医是一个一身素衣、貌若天仙的女子，更是心凉了半截。更甚的是，有几个中年妇女直接道：“这年头，什么人都敢出来装神医了，一个乳臭未干的丫头片子！你知道医术2个字怎么写吗？别以为长得漂亮就可以让人人都觉得你是神医，就是一个丫头懂什么？不懂装懂，医死了人你可担待不起！离开这，离开这，离开这！”下面的人一经几人煽风点火，立马附和道：“我是不是神医我自己清楚，这个村里的医者都不在了吧？要是你们不愿找我医治也可以，运气好的话会有懂医术的人来到这里，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。”景嫣说到此，暗暗叹了口气儿，无奈道：“愿意接受医治的人请排队。”景嫣知道，在苦难面前人都有选择苟活的权利，而景嫣不会强求任何人。虽然大部分人不相信他的医术，可是大家都是惜命之人，明白这荒山野岭不知何时才会有路人经过，更别提医生了。不治就是等死，倒不如赌一把。景嫣打开药箱，先给伤势较轻的人诊治，细细处理后又仔细包扎，不忘吩咐他们一些注意事项。伤势较轻的人恢复极快，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及时救治，便让已经痊愈的去帮忙提水、做饭，顺便召集其他百姓。村庄这么大，只有吴晓峰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。此时的景嫣在村民们的眼中就是个仙子，渐渐的，身边再也无人对她指指点点了。只是伴随着救治的进展，景嫣却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：几乎每一个村民都有低烧的症状，伴有咳嗽、脸色苍白、四肢无力、头晕脑胀、反应迟钝又上吐下泻，而且几乎是所有村民都有类似症状。景嫣才发觉这可能是某种瘟疫，换句话说就是现代的流感，只是目前还不能确诊，待下一批人来再观察一下。这一突发情况使景嫣不敢相信，有些流感是很难治愈的，就算是在医疗技术十分发达的现代，仍旧束手无策。何况是现在的处。检查完2批人之后，景嫣即使再不愿意相信，也必须相信了，这真的是流感了。景嫣将流感一事告知吴晓峰后，本以为会陷入犯难无措的境界，但吴晓峰却不断鼓舞景嫣，因为景嫣自信了不少。困难是有的，但景嫣却不打算放弃，加上身后有吴晓峰在，他什么也不怕了。要想解决棘手的瘟疫，起码要保证入口的东西干净。按照这个图纸，让几个人去做几批面纱，村里的水源肯定也不能再用了。你去找些壮丁看能不能再挖口井出来。这个是我之前做着玩的面罩，你先戴着。说着，景嫣把面罩给吴晓峰戴上。吴晓峰立马想把它摘下来。我戴了你怎么办？你要面对这么多病人，你戴着。不行，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，这件事绝对要听我的。你戴着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摘下来，要是让我看见你没有戴，我会生气的。景嫣第一次语气这么强硬。吴晓峰宠溺笑道：“嫣儿，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个样子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我答应你绝对不会摘下来，但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”最后2句话是附在景嫣耳边说的，颇有调笑的意味。景嫣娇羞地拍了他一下：“正经点，不许再开玩笑了，快去！”吴晓峰捏了一把景嫣的脸，飞快地跑走。景嫣也转身继续问诊。不出多时，吴晓峰皱着眉头回来：“嫣儿，这里常年干旱，水井难挖，何况现在壮丁都感染了瘟疫，你看能不能想到其他办法了？那你去找一些沙子、石子、滤网、水桶和布料，还有铁针。”吴晓峰很好奇景嫣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，
只见他用铁针在水桶底部扎了几个小洞，在水桶底部放入了2块布料，把沙子和石子一层一层地铺上去。其实景烟是想做一个简易的净水器，奈何古代物资匮乏，这个已经是现在比较先进的了，只能先凑合着用，总比喝原来的水好。简易的净水器引起了不少村民的好奇心，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。景烟灵机一动，借此便做起了示范来，把水放进去，看着从装置中滤出的透明水流出，村民们纷纷拍手叫好。景烟喊来吴晓峰，在纸上挥笔写下满满一张草药，又从药箱中拿出百草集，一并交给吴晓峰道：“你现在亲自带上几个机灵的人，对照这本百草集，把这张药方上的草药都采回来，记住一定是你亲自。放心吧，只是你。”吴晓峰眼眸中划过一道坚决，突然伸手紧紧地抱住了景烟。他怕景烟也感染上这种流感，若是这样的话，他要怎么办？他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，保护好自己。景烟向吴晓峰投去一抹宽慰笑容来，道：“既然选择了，就要做到底。我要是放弃了，那便是放弃了这里的所有人。小峰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要是出了事儿，那便是对所有人都不负责了。”吴晓峰是愿意与他同甘共苦的，生不同亲，死同眠。吴晓峰第一次对这句话有了如此深的感受。那好，景烟心中再一次流过一股暖流，久久不散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吴晓峰在身边，他总是心安。吴晓峰带着几个人出发采药草，而景烟留在村里，尽心尽力安置村民。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景烟注意到一个小姑娘躺在路边的干草地上，一言不发，微微一笑走过去。景烟记得这个小姑娘，她的亲人在这场战乱中去世，她如今也不幸感染瘟疫。景烟对小姑娘也有几分怜惜。景烟拉过小姑娘的右手，把了下脉：“我好多了，谢谢神医，谢谢。”小姑娘挣扎着想要起身道谢，可最终因为身体原因，又让景烟给按了回去。人却感激地望着景烟不停地道谢。如果不是面前的这位神医，他早就将追随他父母的步伐，离开人世了。没事了，你好好休养，这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安抚好小姑娘，景烟顺便查看了各个病人的情况，随即高兴起来。现在基本上每个人的病情都得到了缓解，这是好现象。再等个10天半个月的，这些人便能彻底恢复了。景烟的医术在现代从来没有救过人，只是杀人。如今他竟然也有救治这么多人的一天，这种感觉竟然还不错。连日来的连轴转，景烟本人也顾不上吃饭，更别说是这里的村民了。想到这里，景烟心有愧疚，一边盘算着如何搞点粮食填肚子，一边又担心吴晓峰。眼看着天色暗下来，这个家伙还没回来。因为是村庄，有许多木枝，景烟随意找了几根较短的木枝，搭了一个简易的架子，随后又拿了一块石头，利用钻木取火的原理，燃起火苗，再将村庄里仅剩的一些生物拿来烤了烤。景烟突然很庆幸自己的生活能力还算比较强，不然今日就真得饿肚子了。他松了一口气，将烤好的食物分给了灾民们，暂时解决了他们的晚膳问题。已经几日没吃到熟食的灾民们，本来看着他的制作方法还是有一些不相信，毕竟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。但在看到食物的那一刻，激动万分，颤抖着身子欢呼，对景烟更是感激，皆是磕头道谢：“谢谢神医，谢谢神医，你是我们大家的恩人啊！大家快起来，起来吧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们不必如此的。”景烟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忙上去拉那些灾民们。对这些灾民来说，景烟就是在世活菩萨。她一袭白衣飘飘，长得美貌，气质卓然，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办法来帮他们，救了他们那多人的命。他们自是感恩戴德的。对于景烟而言，这一切都是力所能及的事，多做一些与少做一些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反而做这些会让这些灾民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，多一些对未来的期待，何乐而不为？看着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，景嫣望着村口道路，眼底浮现出一丝担忧，转念想到吴晓峰的本领，旋即又放下心来。牵念着吴晓峰的景嫣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思索着接下来该做些什么，该如何去整顿好灾民的生活，以及下一批灾民们需要的药汤。眼下这些实际问题都是景嫣不得不去考虑的事情。正在景嫣为这些事情头疼的时候，便听到了吴晓峰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“嫣儿。”吴晓峰递提竹篮，里面装满了景嫣所吩咐的草药。景嫣的思绪被打断，心中一喜，迅速来到门边，嘴角微微一扬，打开一条不大不小的门缝，从吴晓峰手中接过，随后便当着吴晓峰的面将把门迅速关了起来。吴晓峰一愣，虽不明所以的温柔说道：“嫣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景嫣没有理会吴晓峰，低头翻了翻竹篮，看到一颗颗水灵的草药，心里荡起了一阵阵暖流，立刻转身走进厨房，着手准备开始熬药。“嫣儿，你人呢？”景嫣这才发现吴晓峰还没走，有些抱歉，说道：“我跟村民近距离接触过，以防万一，我们还是别接触了。时间不多，我得赶快熬药才行。你让我进去，我得看看你。”吴晓峰一听，心里既有委屈又有生气。委屈景嫣只想着别人，生气的是这丫头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。但是他也深谙景嫣吃软不吃硬的性格，只好软磨硬泡的耍赖：“我就进去看看你，不会给你捣乱的，就打打下手。”说罢，不忘侧头将耳朵贴近门缝，听着里面的动静。过了半晌，还是没有丝毫动静。吴晓峰也不气馁，接着说道：“嫣儿，你放心，我保证我不会被感染的，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看我跑了好久才采到这些草药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”然而吴晓峰不知道的是，并非景嫣不想搭理他，而是景嫣此时正在厨房里制药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对外界的干扰充耳不闻。只不过吴晓峰虽然不知道景嫣的情况，却也没打算放弃，一直在絮絮叨叨地恳求着房里的景嫣。终于在景嫣偶然一次出厨房拿东西时，听到了一直在门外絮叨的声音，顿时忍俊不禁，打开门见到吴晓峰席地而坐在石阶上，像是休息又像是说书一般，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“嫣儿。”吴晓峰等得倒不觉得无聊，见景嫣出现在他面前这副偷笑模样，心中一阵暖流流过。生活虽有些难，但美好都藏在身边人的一颦一笑之中，如此而已，真是可遇不可求。“你这丫头，这样好玩吗？”景嫣调皮一笑，敲了敲吴晓峰的头顶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专注熬药将你晾着了，快进来吧。”“好嘞。”吴晓峰应了一声，紧接着起身跟着景嫣进了房间。一进门，浓浓的草药味道扑面而来，带着几分的清爽，却并未令人感到难闻。景嫣只身一人钻进了厨房，忙活起来，不再理会吴晓峰。景嫣看着眼前被自己倒弄着的药汤，举起药便打算往自己嘴里塞。一直站在厨房门外的吴晓峰看见，连忙阻止，开口道：“嫣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景嫣很是不解地回道：“是药啊。”吴晓峰的脸色突然一变，景嫣看着吴晓峰的脸色，一瞬间便明白了吴晓峰的想法，开口解释道：“你别担心，我没什么事的，这些药我都是自己配的，若是我没有一些把握，我也不会配置这些药的。”虽是如此说，吴晓峰还是满脸难看的样子望着景嫣。景嫣无奈之下放下手中的药，开始根据自己在现代时的经验制起药来。吴晓峰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，在这一刻，吴晓峰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什么都不能帮助景嫣，只能仍由景嫣一个人在那里忙来忙去，不免心底有些心疼这个女人。吴晓峰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景嫣，景嫣忙着自己的药，
也没注意，天在不知不觉之前已经亮了起来。忙了一晚上的景嫣却丝毫不见疲惫，反而是越干越起劲，越干越精神。而忘了景嫣半宿的吴晓峰，对景玲是满心的佩服，对于那种能干又独立自主的景嫣便更加的欢喜。景嫣自己也不知道忙活了多久，终于将汤药给成功的研制了出来。透过窗子望向外面，发现太阳已经升起，舒了口气儿，便打算去寻找着吴晓峰。一转头便看见了趴在桌子上一直盯着自己的吴晓峰。景嫣不自然地咳了咳，开口道：“你望着我干什么？”吴晓峰也没多想，下意识地便蹦出来了一句：“因为你很好看。”景嫣不是第一次听吴晓峰跟自己说这种话，可看着面前吴晓峰真诚的眼神，那不带思索便说出来的话，竟让嫣的耳尖悄悄红了起来。景嫣连忙说道：“天亮了，我去给灾民喂药，你就乖乖待在厨房。”景嫣将药端去灾民们待着的屋子，又将新配制的药喂给了灾民们，随后又开始为灾民的事忙碌了起来。这几日，景嫣就像个感受不到累的机器人一样，不停地诊治村民，为他们配制解药，为他们的吃喝用度处处着想。看着村民们的情况一点一点好转，他这才把一直紧绷的那根弦松懈下来。但是这一松不要紧，一松下来，这些天一直没有好好休息，加之把粮食都省给了村民，自己除了喝水，几乎低米未进，身体早就已经受不住了。想着去找吴晓峰，再把熬药的细则再关照一下，谁料走着走着，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虚幻模糊，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片黑暗。吴晓峰正在厨房忙活着，只听外面砰的一声闷响，以为是什么野猫撞倒了晒草药的架子，立马赶出去探看一番，不成想看到景嫣倒在了地上，跌倒在地上的景嫣额头渗出了血珠来。吴晓峰心惊，当即跑上前将景嫣打横抱起来，但又怕弄疼她，轻轻地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身上，找到一户人家，把她放在床上，给她盖上被子。但是不知道她这是怎么了，想着看见别人都是把毛巾敷在额头上的，立马有样学样，手忙脚乱地找来一个铜面盆，接了点水来，把毛巾打湿，挤干水分，敷在景嫣额头上。想了想又觉得不够，加上向来只有被人伺候，并没有伺候过别人的吴晓峰，哪里知道景嫣这一次突然间晕倒是为何，估摸着可能是生病了，跑到厨房里盛了一碗刚刚出炉的热汤药，也不管有多烫，直接用手捧着跑回房间，生怕迟了一秒景嫣就抗不住了，拿起勺子吹凉，准备送进景嫣嘴里。景嫣浓密睫毛微微一颤，鼻尖儿飘来淡淡的熟悉药草味道，药香越来越近，眼睛使劲睁开一条缝，却见吴晓峰正要为自己喝汤药，使劲吃奶的力气微微动了动嘴，道：“吴晓峰，我没有生病。”每说一个字，似乎都要大喘息一口。可是刚刚吴晓峰专心于喂药，根本没有仔细听他讲了什么，于是只能放下碗，问道：“嫣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”见景嫣嘴唇似乎想动，立马把耳朵凑了上去。景嫣其实很想一个白眼翻死吴晓峰，自己本来就累得不行，没什么力气，好不容易说了一句完整的话，几乎耗尽了身体上所有的力气，可是他居然没有听到。等他身体好了再找他算账，把他耳朵都给揪下来。可是现在自己已经快饿昏了，饥肠辘辘的滋味儿还真是不怎么好受。见景嫣气色这般苍白，吴晓峰又怎么不会知道，这段时间来景嫣把心思都放在了村民身上，可他自己呢，多少天没好好吃过一口饭菜了，就连吴晓峰这种八尺男儿此时也浑然无力，更别说眼前这个本就瘦弱的丫头了。不过都是逞强罢了。想到这里，吴晓峰十分自责，都是他的疏忽，不然景嫣也不会因此晕倒。想来村子里的粮食已经几乎没有了，带来的干粮也早已经分光了，
加上水源很差劲，只能去山上的小溪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捕到几条鱼来，给景烟补补身子。因要离开，吴晓峰仿效不下景烟一人，找到隔壁的小姑娘过来照顾，自己一人有些忐忑地进了山，一路从山脚下爬到半山腰，只见到干涸的小溪。吴晓峰有点焦急，很累很饿，但是什么都比不上嫣儿的身体重要。绕着半山腰爬楼了一圈，忽然听到一个洞里传来水声，循着声音走过去，竟然发现洞中有一股泉水，许多鱼儿在里面扑腾着游来游去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这下子不仅是嫣儿，村子里的人也有吃的了。但是吴晓峰这样的贵公子何时抓过鱼？他不知道该如何抓。鱼身上滑溜溜的，一抓便跑，更甚有的鱼游得极其快，手还没有碰到，便游了老远。半晌儿，吴晓峰出了一身汗，愣是一条也没有抓到。忽而想起前段日子在秦姐和秦大哥家里时，有次跟景烟俩人也捕过鱼，心中一喜，模仿着景烟的独家渔网制作方法，从旁边折了许多细长树枝，捆成细细密密的网状。做好这一切之后，将裤脚再次挽起，吴晓峰的脚便毫不犹豫踩进了水中。果不其然，吴晓峰的渔网做的虽然没有景烟的精致，但是最终的收获却是颇丰的。几条不大不小的鲤鱼蹦蹦跳跳在吴晓峰脚边，将鱼装好，直接下了山。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吴晓峰一心挂念着村里的景烟，当即下山。好在回去时候，景烟仍旧睡着，脸色缓和了不少。趁着景烟还睡着，吴晓峰正打算将这几条战利品处理一下，但却犯了难。毕竟这活他长这么大以来从来没干过，只好将匕首掏出，在鱼肚子上轻轻划上一刀，将内脏掏出来，把鳞片刮干净。几次把手刮出了血，鱼的血和吴晓峰的血混在一起，触目惊心。处理完鱼之后，吴晓峰笨手笨脚地搭起了一个烤架，结果把鱼穿好放到烤架上的时候，烤架承受不住那重量，直接坍塌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吴晓峰又用草做了个简单的草绳，绑在树枝与树枝之间，这才固定住。兴冲冲地把鱼放在上面烤起来，烤完一面再换另外一面，有模有样的。烤完一条，准备看看有没有熟，尝了一口，觉得太生了，只好再次把鱼放在烤架上，想着食材根本不够，转身重新抱回一堆回来时，发现火架上的鱼连骨渣都不剩了，只得再烤一条鱼。掌握着时间，发现肉熟了的时候，鱼皮已经焦得差不多了，这才尝试着在鱼身上划几条刀痕，使里面的肉也可以烤到，这样外面的皮就不容易焦掉。费尽千辛万苦，总算是烤出了3条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吓人的鱼。吴晓峰才略略满意，用荷叶抱着鱼，一路跑进房间，想着景烟一定饿坏了。嫣儿，醒一醒，我把吃的带回来了，你先凑合着吃一点，吃完再睡，好吗？吴晓峰尽量轻轻地摇醒景烟，在他耳边轻声说着。景烟揉揉眼睛，看着面前的吴晓峰，一脸期待地望向自己，不明所以之下，视线这才落到了他手中略带糊味的烤鱼上。同时，景烟也注意到吴晓峰受伤的伤口，微微渗出的血珠看起来格外刺眼。你受伤了？吴晓峰听此，将手里的鱼放到景烟面前，将手背到身后，催促道：“一点小伤，难免磕磕碰碰，再不吃烤鱼就要凉了，快起来！”景烟接过吴晓峰递过来的烤鱼，心里是满满的感动。虽然这鱼烤的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景烟却觉得格外美味至极。当着吴晓峰的面，景烟吃完一条半生不熟的焦黑鱼，看了一眼还在慢条斯理啃着自己烤的鱼的吴晓峰，景烟表示实在是再也不能忍了，便打开自己的袖囊，
从里面拿出各种调味品来，又从竹篓里面取出一条鱼，稍作处理之后，景烟便开始架火烤起鱼来。还在一直闷头啃烤鱼的吴晓峰，被一股浓香唤醒了嗅觉，抬头顺着香味看去，烟儿，你的这种做法一定很美味，差不多可以吃了呢。小峰，你要是吃不惯自己烤的鱼，不妨尝尝我烤的如何？景烟见到吴晓峰被自己烤的鱼香味所吸引，心里还有点小窃喜，但是仍然不动声色地邀请吴晓峰吃自己烤的鱼，并且很委婉地表示，如果你不介意我的手艺的话，自然，烟儿的手艺一流，只是苦了你了。刚刚休息好，便又给我烤鱼。吴晓峰心底满是愧疚，这丫头总是令人心疼。小峰，跟我就不要客气了，不然我真的会生气哦。吴晓峰养尊处优惯了，说实话，自己烤鱼是什么味道，让他自己也吃了，那个味道简直无法形容。要说用来维持生命上还可以，要是说用来吃，他自己还是有点数的。好吃，好吃，肯定比我烤的鱼好吃10000倍。吴晓峰嘴里塞着还有点烫的鱼肉，呜啦呜啦地说着，也不管什么君子食不言了。一边吃一边一个劲儿地夸奖景烟的烤鱼好吃。景烟见到吴晓峰这种样子，笑而不语，伸手也取了一条烤得金黄流油的烤鱼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景烟看着吴晓峰此时少见的可爱模样，觉得甚是好笑，但又不好直面笑出声来，于是只能捂住嘴，在哪里咯咯笑个不停。吴晓峰见许久得不到答复，却见一旁的景烟在哪里捂嘴偷笑，一脸不明所以的模样。烟儿，你为什么如此特殊？好似什么都难不倒你，经商、做饭，就连你那个神奇的小村庄，你都可以搞得如此神奇。说到最后，就连吴晓峰也才发现，原来景烟是个奇女子。以前和她接触的比较多，还不怎么觉得，现在仔细一数下来，才猛然发现，原来这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孩子，从她手里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都不是普通人可以轻易完成的。听闻吴晓峰的话，景烟低低一笑，那是自己的秘密，她不是这个时代人，这个秘密是绝对不能说出去的，即使自己最亲密的人，现在也不是时候。景烟只能故作人神秘道，也许我是下凡的仙女吧。知道景烟开着玩笑，吴晓峰丢掉手中的鱼骨头，笑着说道，既然燕儿是仙女，那何不平息这场战乱，换天下一个太平呢？哎，现在就希望能少点战争便好了。景烟叹了口气，现如今皇权的争斗，国家的更替都会轻易引发一场战争，赢了那些高位者获利，可受苦的却始终是百姓。对于这一点，却无人去在意，真是世道不公啊！此话，吴晓峰亦是认同的点了点头。这一路走来，也让他对人生疾苦这4个字儿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景烟再次深深叹了口气，事情既已发生，没有办法去改变，那就只能去适应。他起身向灾民们在的方向走去，打算准备去检查一下他们现在身体情况如何。神医好，路过的时候不断有人打着招呼，皆是十分热情。景烟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身体。说着便走到一位妇女面前，伸手搭上了她的手腕。一会儿功夫，景烟眸中划过一丝满意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好了，这药效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随后他便向妇女道喜，病情好转了不少，放心吧。听到此话，妇女显得有些不敢相信，她望向景烟，唯恐是自己听错了。景烟自然明白她的想法，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得到肯定答案的妇女惊喜的都想跳起来了，可惜身体刚好还比较虚弱，便只能紧紧抓着景烟的手，眼中满是感激。谢谢神医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景烟被握住的手都有点疼了，但她并未多说什么，她懂他们此刻的心情。瘟疫折磨着他们的身体，还要担忧旁边的人会不会被自己感染。如今好了，又怎会不激动呢？旁边有些离得远的灾民隐约看到这般喜极而泣的模样，皆是疑惑，
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一问旁边知道的人，才得知妇女得病已经好了。得到这个消息，他们满眼都是羡慕，都是一阵激动，忙赶着想让景嫣检查检查自己的身体。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慢慢来。景嫣双眸含笑，不可否认，救人的感觉非常不错的。她耐心地为每一位灾民把着脉，最后发现瘟疫已经完全退去了。瘟疫已经退去了，大家可以放心了。他大声地将这个好消息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终于好了，没想到我竟还有命等到今天。灾民们听到这个消息，不出景嫣意料的，都开始欢呼起来。有的人相互拥抱，有的人流下来晶莹的泪珠。就在这片欢呼声中，没有人注意到是景嫣默默地离开。他回去找了吴晓峰，将这消息告诉了他。吴晓峰愣了一瞬，随后便是一阵愉悦。他虽是贵族子弟，但骨子里终究还是善良的。这一路又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他怎会不明白百姓之苦？如今景嫣将这些灾民们都救了下来，不用有如此多的人伤亡，他自然是高兴的。景嫣与他这么多日朝夕相处，两人也算有点心意相通了。他明白他在高兴什么，他也是一样的心情。回头望着灾民中有的家人抱在一起的场景，景嫣有些恍惚。说起来，他也有许久未曾见到家人了，平常还没觉得有什么，此刻看见家人温馨的这一幕，他才发现其实他也想他们了。他声音有些悠远，对身侧的吴晓峰道：“小峰，我想回家了。”“好，我们一起回家。”吴晓峰眼神中满是宠溺，他觉得自己越来越离不开景嫣了。既然完成一桩大事，便也了无牵挂了。两人回去简单收拾了一下要带走的东西，准备离开这。走在村庄已接近被破坏的小路上，望着周围那断壁残垣，景嫣心中升起一丝莫名的惆怅感。走到村庄门口，看了一眼破烂不堪，已分辨不出来是大门的门口。脚刚往前踏了一步落地，便看见后面有一群灾民浩浩荡荡地跟了出来，其中有几个人甚至还拿着锄头。景嫣听到声音，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情景，愣住了。他眼中带着一丝疑惑，难不成是要欢送？那也不对啊，如果是要欢送，他们有的人拿锄头干什么？他下意识看了旁边的吴晓峰一眼，莫名觉得有些心安，又看见了他眼中同样不解的疑惑。领头的人独自往前走了几步，对景嫣谄媚地笑着：“神医，能不能不走了呀？我们都非常感激你，想让你留下来。”那人说得很是感动，瞪大眼睛渴望地看着景嫣，显得十分真诚。没有人明白，他眸中的渴望其实并不单让景嫣留下那么简单。是啊是啊，神医留下来吧，我们都很感激你，留下来让我们报答你们吧。此话一出，灾民中皆是人大声附和道，甚至还有人将手高高举起来喊着。听到这些话，景嫣彻底愣住了，怎么感觉这些人比以往还要热情？他勉强微笑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便不想耽搁时间，拉着吴晓峰打算逃离这个地方。谁料这时，后面的村里领头人大手一挥，一群灾民呼啦啦瞬间将景嫣和吴晓峰围了起来，明摆着来硬的。吴晓峰和景嫣眼眸一暗，脸色皆是有些泛黑。到这时，他们哪还能不明白这些灾民的意图？他们就是盯上景嫣了，打算留她下来一起蹭她吃的喝的。景嫣握紧拳头，心情很明显处于暴怒状态。毕竟她其实脾气本就不好，只不过收敛了许多罢了。她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救的竟然就是这么一群人，过河拆桥，忘恩负义。她好心救了他们还不够，还要一直为他们提供吃的喝的，做梦吧！她景嫣又不欠他们的，在这里也待够了。毕竟本来和他就没有什么关系，耽搁了这么长时间，小景和景南肯定也着急了。他早早的就在出发前替他们备好了未来一周的食物和药。根据他的预算，如果他们坚持用药的话，他留下的药是足够让他们好的差不多的。景嫣自认为他准备的已经够多的了，
他没有任何义务来养着些和他毫不相干分人，帮助他们只是因为一时的于心不忍。他并不是一个善人，也没义务来服务他们。景烟想得很好，可是周围的这些灾民就不乐意了。他们所想的就是景烟既然救了他们，那就应该一帮帮到底，却没有想过景烟帮他们是情分，不帮他们是本分。叹了一口气儿，不管什么时候人都是贪婪的，在原本物质的基础上，总会想要去得到更多的东西，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。吴晓峰自然也不乐意了，周围的人都面相不善地看着景烟。景烟可是他宠在手心里怕化了的宝贝，为他们这么劳累也就罢了，居然还企图索求更多的东西。周围的人拥成一圈，把景烟和吴晓峰围在一起。你们那么有钱，帮我们怎么了呀？有几个胆大的伸出手指来指着他们窃窃私语，其他的伤员要么是不能说话，要么就是不敢说话，但都是在用眼神瞪着景烟。景烟自然没有在怕的，倒是觉得很悲哀，这帮没有良知的人注定没有好下场。吴晓峰倒不怕这些流言蜚语，就怕景烟会被他们给激怒，便将景烟拉在身后护住。景烟攥了攥吴晓峰的手，示意他自己没事。景烟说是没事就是真的没事。周围的人多多少少身上都有些伤。景烟道不怕他们打起来，不管怎么看他们都占不了上风。景烟只是不希望他这几天的辛苦都白费了。你们必须给我们留下来。人群中有一个看起来壮实的男人走出来，他的眼眶有一条刀痕。景烟还记得他给他上药的时候疼的那个劲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凭什么？景烟挑眉，抱着胳膊看着一众人，众人无言。他们其中也有知道景烟帮他们已经是很难得，也有几个在下面还想要说几句话的，想要再说几句。那个男人看身边没有人说话，气势也变得有些弱，想了想整个村子的利益，他脸红脖子粗的强按景烟留下。你们都帮我们这么多了，就不能再帮最后一下吗？再怎么说，好人做到底，这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虽说如此，可语气里完全就是想强制景烟留下的意思。男人说完话，周围的人就开始蠢蠢欲动起来。一群村民大字儿不识几个，但一听到有关自己的利益就坐不住了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，一到有关自己的事情就生怕损失了一点利益。是啊，你们那么有本事，就帮帮我，又能怎么样？帮一下能怎么样啊？不想帮还装好人啊？几个人收到鼓舞，就在外圈内圈煽动其他的人。其他的人听着心里也是有些别扭。吴晓峰气得差点要拔剑，景烟对他们有多用心，他们没看到，吴晓峰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景烟不想说话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和他们说的。对于自己救助了一群不知道回报的人，景烟心里是有点后悔的。他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眼飘到这个境界，连他们是什么样子的都没看清楚，是他自己识人不淑。景烟低头不语。吴晓峰见此，一个气不过，抽出长剑，剑尖儿的寒光让周围一圈的人都打了个哆嗦。相处这段时间以来，吴晓峰一直以一种文弱书生模样交谈，而这等杀气凛然的模样，倒是让在场的所有村民大吃一惊。景烟从后面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吴晓峰明白景烟的意思，收了剑，乖巧地站在景烟身边。倒有几个彻底忍不了，大踏步走过来，看着景烟个子矮，就像强制性的让景烟留下服务他们。村民看着挽留没用，便直接动了手。而这次景烟也没拦住吴晓峰，吴晓峰连剑都没用，抬腿给几人踹下去了。众人咂舌，一时间倒是没有人再敢嘛冒犯。景烟看着手里空空如也，无奈苦笑。面对幼童或者手无寸铁的老人，吴晓峰心底也是犯了难。都说众口难调，实则人心最难琢磨。人心这个禁忌，一旦触碰便黑暗无边。你们也知道，大家萍水相逢，我帮你们是情分，不帮你们是本分。我没有多善良，也没有多余时间来管你们死活。这句话说完，
其中有的人就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过了好一会，景烟才再次开口，说白了，你们的死活和我并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没有任何帮你们的义务，你们就是死在这儿了，和我也没有关系。我不是凶手，帮你们只是觉得你们可怜，别借着杆子往上爬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。帮你们得不到一点奖赏，这只是我乐意看不下去，别多想。吴晓峰在旁边接过话，所以你们不要把这当作理所当然。事实证明，景烟说的话还是有用的，有一些良心尚存的，脸都红得像猴屁股一样，也没有刚才的那种气势。最后做人的底线告诉他们，他们太贪婪了，默不作声地从后面悄悄地离开了。一瞬间，人便走了一小半。景烟看着剩下的那些人，心里叹了一口气。他好话赖话都说尽了，可是还是不听劝，他能怎么办？还有许多执迷不悟的，一心认定景烟帮他们是应该的，不管景烟刚才说了什么，都当作是没听过。有些个手里拿着板子，就差为首的男人一挥手把他们俩拿下。景烟也看出来，今天要打的架势躲不了了。吴晓峰本不喜动粗，实力高过他们，说出去怎么他也会落个欺负人的名号。他有教养，而不是这帮人。烟儿，你这些天为了这些村民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日日操劳，就是为了救他们于水火之中。不料这些人不仅没有对你感恩戴德，反而因为你要离开，不能再向我们蹭吃蹭喝而心怀怨念。我以前一直认为百姓淳朴敦厚，受到连年战争的侵扰，都是受害者，根本想不到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无耻之徒。看来今天不教训一下他们，杀鸡儆猴，他们以后还是会这样。吴晓峰气度凛然，继续说道，要是把这样不良的习惯传给了下一代，那我们国家岂不危矣？若是泱泱大国竟是这种吃白食的人，我们还怎么敢把天下交给从这些人中选出来的官员？我已经不想管了，剩下的事全交由你处理。小峰，对你我放100个心。景烟眉头紧锁，已经不想再为这些事烦心了。累了这么多天，大家病情有所好转，本应是开心的事，现在却搞得这么不愉快，是不是自己本来就不应该管这件事，还是让它顺其自然发展就好？现在反而是多管闲事，还弄得自己不开心。见景烟满脸愁容，吴晓峰更是心疼，把他扶到一旁去休息，自己则打算将这几个不识好歹的村民好好教育上一番，不再留情面。这帮人本就是村民，天天下地干活，身上有些蛮力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又看到吴晓峰瘦瘦弱弱的，觉得他好欺负，抄起家伙就打了上去。许多人打作一团，一会儿一圈一圈的人都被打趴下了。吴晓峰虽然长得没有他们壮实，但是学过武功，对付这些个莽夫几乎可以说不用费吹灰之力。但是这些人虽然非良善之辈，却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所以也不可能随意就取了他们的性命，只能稍微使点力，让他们知道痛，这样下次就不敢了。毕竟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没过多久，几个挨了打的村民都躺在地上哇哇直叫，领头的村民则跪在地上直磕头，道：大侠，大侠，饶命啊！我们只是走投无路了，才回蹭吃蹭喝的。那些贪官收了我们田地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力更生了，就想到了如此办法，求求您饶了我们吧！我发誓，我们再也不会了。官府为什么会没收你们的田地？就是因为你们不努力耕作，天天想着不劳而获，付不起税收，就只能看着田地被没收。你们能不能不要把任何错误都归结到别人身上？是官府有错，皇上也在努力改进。你们要是能努力耕作，以后我们打仗赢了，不就不用再受这些战争之苦了吗？要是粮草丰腴，我们不仅可以自给自足，还可以卖到别的地方去，赚足了钱，国富民安，难道不好吗？难道没有钱就能蹭吃蹭喝吗？是谁教你们这些道理的？我以为你们只是受到迫害的良民，
所以才耗费心力想多救一个人，就是多出一份力。若早知道我拼死拼活救来的人是一群好吃懒做的恶民，我绝对不会怜悯你们。”众人一下红了脸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被一个小辈这样教训，真不知道老脸往哪儿搁，但也清楚自己做的事的确很不对，只得低着头站在那里，根本不敢看景烟和吴晓峰。景烟见此，急忙上前拉住吴晓峰：“此地早不是他们该久留的地方，早些离开为好。”二人刚转身离开，只听后面传来砰的一声，一道洪亮的声音传入耳中：“谢谢两位大侠赐教，我们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，以后一定会努力耕作，不再偷懒，为江山社稷献出自己的一份力。”努力耕作，为江山社稷献出自己的一份力。景烟没有回头，直接说道：“他们向我发誓，说的再响也没有用。要是只会嘴上说说，谁不会？没有付诸行动证明，说的都是空话。不要伤心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人心本善，但是每个人都有劣根性。这些村民只是一部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。我们呢，只要做好自己，守住本心就可以了。你要是有不开心的事，就告诉我，我去解决。没有什么事情是拳头解决不了的。”说完还挥了挥自己的拳头，一副大义凛然、除恶扬善的模样。这一举动成功逗笑了景烟。景烟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道：“你好歹也是个文人，虽说你的武力确实令我对你刮目相看，不过呀，我可不允许你这样。你这张俊脸要是被打花了，我找谁赔呀？”看着景烟不再愁眉苦脸，吴晓峰开心地捏着他的脸道：“这就对了嘛，笑笑多好。你这张小脸可别老皱着，要是皱成了小老太婆，我可就不要你了。”景烟嘟着嘴巴，跟着笑道：“你不要我，我大可带着小景和哥哥继续过日子，不就是种田吗？自力更生的生活我倒是非常擅长。”吴晓峰宠溺之情是再也掩盖不住的，看着眼前这个小丫头，一颗心哪怕是揉碎了交出去，也是毫无怨言的。两人一边调笑着一边走着，没多久便隐约看到了一座小镇。看着天色也不早了，便决定在这里歇歇脚，明天再赶路。刚进城便发现这个小镇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找了一个人问问，才知道原来这几天刚好是元宵节，许多过路的人都留在这里过节了，很是热闹。极致的景烟立马意识到一个问题：此地如此热闹非凡，住的地方可能会没有多余的房间，当即去找地方落脚。找了一家又一家，才在一家小旅店找到一间客房。吴晓峰准备打地铺，让景烟睡床上，两人安顿好一切。天已经黑了，趁着天刚刚黑下来，吴晓峰便拉着景烟出了门看花灯。人头攒动的街道上，各色好玩之物应有尽有。不高的城墙之上，此时却挂满了各色灯笼，街道之上行人也是络绎不绝。各式各样的江湖艺人和商间小贩也全部分列两旁，好不热闹。看着景烟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，吴晓峰无奈地笑了笑，拉着一直低头走路的景烟说道：“烟儿，别走了，这个时候该找个地方填饱肚子了。”景烟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好。”城里一片繁华，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，熙熙攘攘的人群。二人随便找了家客栈，刚进来就有店小二上来问道：“两位吃饭还是打尖呢？好菜就行。”话音刚落，景烟阻拦说道：“刚刚路过的地方有很多小吃，看起来很不错，不如就在外面吃吧。”吴晓峰伸手摸了摸景烟的头发，宠溺顺从说道：“好，听你的，你说吃什么咱就去吃什么。”街道上，景烟和吴晓峰吃了一些好吃小吃，然后便开始四处看看，因为这个节日是这个地方特有的，连景烟都不曾经历过。看着热闹的大街，景烟心里突然就想起来自己的以前，那时候自己总是一个人，哪里过什么节日啊？看着默默看着一切，却一言不发的景烟，吴晓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扬起一个笑说道：“烟儿，
你知道这个节日为什么是这里才有的吗？景嫣愣了一下，她是穿越过来的，而且穿越的还是一个农家小丫头，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村子，自然是不知道的。她诚实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知道，我以前都没有离开过村子。”吴晓峰有些心疼眼前这个小丫头，想了想，解释说道：“刚开始的时候，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并没有这个节日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一个人。”景嫣静静地听着，并不打扰。一个人听，另一个人说：“那时候天下动荡，这个地方还不叫云城，这里的城主是一个姓云的人。这里现在叫云城，也是因为城主的原因。”透过身旁的玲珑红灯笼，吴晓峰看了眼美艳动人的景嫣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紧接着说道：“云城主是一个义薄云天的人，他为人正直，刚正不阿。站起的时候，这里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可是时间久了，也难免会受到波及，百姓心里都可是惶惶不安，吃的东西越来越少。云城主慷慨解囊，给了很多人希望，就像你一样，帮忙了别人，可是还是有人心怀不轨。云城主也遇见了图谋不轨的人，那些人想要让云城主把所有的东西和大家分享，可是云城主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呀，他本来就刚正不阿，那里有太多东西。”说到这里，吴晓峰特意看了看景嫣，见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继续说道：“就在这个时候，敌军打了过来，本来就惶惶不安的百姓自然是更加害怕起来，一个个都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”景嫣看着说故事说得津津有味的吴晓峰，继续认真地听着。这个时候，云城主不计前嫌，把之前打自己主意的人都放了，然后告诉所有人说：“敌人将近，尔等尽管离开吧。我知道我们没有与他们一战的能力，我能做的就是让你们离开，免受生死之战。”听完这些话，所有人都准备离开。突然有一个人开了口，这个人就是云城主的儿子。云城主的儿子也不过才5、6岁，就听见他问：“父亲，他们都要做了，我们也走吧。”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回过头看见云城主一动不动，就听见云城主说：“儿子，你要记住，我是城主，这里需要我就保护，我保护不了，也要死在这里。”那一战，没有人离开，云城胜了。从此，战胜那天就成了纪念云城主的节日。吴晓峰把事情说得如此详细，未免让景嫣有些崇拜。面前的男人能文能武，如此之才，将来必定也是朝廷重用之才。他是如此幸运，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他。吴晓峰看见景嫣的目光，总是忍不住想笑。当然，他也的确是笑了出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群突然一阵骚动，本来就熙熙攘攘的人群更加混乱起来。吴晓被眼前的混乱搞得有些摸不清头脑，一回头之时，竟发现景嫣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嫣儿，嫣儿！被冲散开来的吴晓峰紧蹙着眉头，着急地大喊着，希望景嫣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。然而这街上终究还是太热闹了些，吴晓峰的喊声一次次被人群里的欢呼声所盖住。吴晓峰这回彻底急了，他突然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带他来这种地方，明明只是想让他放松放松心情的，谁知竟发生这种意外。只希望嫣儿不要出事。吴晓峰担心地想着，这边的吴晓峰在担心，那边的景嫣也在担心。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竟对他有了一种依赖感，或许以前碰见这种事，他慌都不会慌一下，但现在刚知道自己和吴晓峰被冲散的时候，他的心竟然慌了，怕吴晓峰出事，也因为自己身边没有了他。这一刻，他明白了，他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愈来愈重。哎，这要是现代多好，可以打电话，还可以发信息，再不济还可以找警察调监控。可在这却除了自己慢慢用眼睛找，就毫无办法了。想到这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还是时代太落后了。吴晓峰跑着找了好几条街，一双眼睛瞪大了扫来扫去，甚至都问人了，但因为人流量太大，始终都没有看到景嫣的人影。
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中。如果不是他提议要来这，如果不是他没能拉紧他，他现在也不会出事。这一切都是他的错。就在他急得已经红了眼时，他听见前面一阵吵闹声。他闻声望去，只见又一群人围在前面的一个地方驻足议论着，旁边还有几个身着捕快服饰、手拿长剑的捕快在那地方，好似是要抓什么人。若是平常，吴晓峰说不定会因为好奇过去看一看，但今时今日，他却丝毫没有心情。在他心中，自然是找景烟更重要了。吴晓峰思考着去旁边一条路上再找找看，脚刚一步踏出，他便隐约听见景烟的声音。他向周围扫视了一眼，却始终没想过景烟会在那被人围住的圈子里面，因为他清楚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。他望半天未望到人影，眼神里那闪烁的一点点光彩不断熄灭。是他的幻听吗？吴晓峰自嘲地笑了笑。两人才定关系没多久，没想到他就将他弄丢了。我都说过了，我没有杀人，我今天才到这地方，为什么要杀人？景烟来气地说着。就在这时，景烟说出的声音终于被吴晓峰听到，他停住脚步，巴巴地望向声音来源的那个方向，希望不要再是自己听错了。谁知他一望过去，竟然就是那个被一群人围住的地方。吴晓峰微微放松的眉头又皱了起来，嫣儿怎么会在那里面的？他细细想了想，感觉自己方才仿佛听到了杀人几个字眼。他脸色一变，腿不听使唤的直接往那地方一踏，拉开挤在一起的人群，就向里面冲去。看到那熟悉的人，影响也不想，便喊道：嫣儿。他也是极为聪慧的人，自然知道这肯定是出什么大事了，不然也不会跟杀人扯上关系。小峰。本是一脸怒容的景烟听见这熟悉的声音，表情一收，有些愣住了。本来见到吴晓峰还十分激动的景烟，突然想起来自己现在所处的情况，眸中闪过一丝焦急，朝吴晓峰使劲使着眼色，想让他离去。在还没弄清楚的情况下，他不希望他也搅进这件混乱的事中。稍微冷静下来的吴晓峰没有在意景烟给他使得眼色，他出事，他又怎会袖手旁观？他淡淡的扫了一眼周围的情况，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，看起来已年纪不轻的男子。看他的衣着打扮，不像是穷苦人家，倒像是哪家富贵人家的老爷一类的。而在景烟周围，他之前看见的那些个带刀捕快也在，另外还有几个已瑟瑟发抖的村民，他们脸色苍白，看样子是被吓得不轻。此时他们都在看着突然闯进来的吴晓峰，皆是一愣。你是什么人？其中一个捕快率先反应过来，抽出刀盯着他冷声问道。吴晓峰先是看了一眼景烟，发现他并未受伤，才微微松了口气，淡淡的回道：我是他夫君。听此话，景烟难得的面容泛红，看着吴晓峰倒是没有反驳。她又不是分不清大局的女子，自然知道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，而且此时这个回答也是最好的。毕竟吴晓峰衣着与气度不凡，他们应该都能看出来他不是简单人，背景不低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他是他的妻子，那这些捕快就肯定不会太为难他，那这件事也就好办多了。这个世界上，背景后台不管在哪都是非常有用的。景烟感受着身边吴晓峰的气息，突然间觉得心安多了。他开口向他解释，原来这也算是一个意外。景烟和他分开后，就不断被人群给挤到这来了，然后刚站稳，他就看见了这人躺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这些捕快便来了。看见他们，硬是认为他们是嫌疑人，要抓起来。景烟说的一脸无奈。吴晓峰听完，也是对着那些捕快焦急地说道：你们听见了吗？我娘子不可能干这种事情，你们也没有证据，怎么能随便抓人呢？一旁那几个瑟瑟发抖的村民也被认定为嫌疑人，听到有人辩解，马上附和道：就是就是，他们都和景烟一样，早就解释过这件事，奈何捕快就是不听。
闭嘴！”一个领头的捕快站出来，冲着他们吼了一句。看他们被吓得不敢开口，才满意的又对着吴晓峰抱拳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这是也是上面的意思。你若想救你娘子，那便只能拿钱来保释。”这话说的要礼貌多了。吴晓峰看捕快坚决要抓，与景嫣对视了一眼，皆是明白对方的意思。他拿出2个钱袋来交给了那领头的捕快，让他将景嫣放了，然后再想办法破案。死者姓贾，是小镇的一个乡绅。景嫣表示，在他看到他肥硕的身子的时候，就有了些许猜测。但是自己无缘无故被卷入这场纷争之后，景嫣真的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东西。景嫣被吴晓峰出钱保释了出来，但是情绪有点不太稳定，甚至有点暴躁。本小姐长得这么温文尔雅，貌美如花，你说我是杀人犯？这句话说来，景嫣几乎是咆哮着吼完的。吴晓峰有些哭笑不得，说好的温文尔雅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当然这句话吴晓峰也就心里歪歪了一下，并不敢当面直说，主要还是害怕被揍。看到景嫣此时如此暴躁，吴晓峰只能出言安慰道：“嫣儿消消气，现在主要的事情还是要尽快找打凶手，好洗脱你的嫌疑。”景嫣迟疑了下：“我不管，反正他们把我当嫌疑犯关起来，就是他们的不对，别让我再见到那个捕头，不然非把他的牙齿打掉不可。”说着还狠狠地攥下小拳头，跺了下脚，好似有什么血海深仇未报似的。但是气话总归只能是气话，景嫣前世养成的习惯，还是让他冷静了下来。也知道现在不是什么意气用事的时候，景嫣发了顿牢骚之后，也开始渐渐平静了下来，认真思索了下前因后果，但依旧无果，只能说自己出现的实在是真的太过巧合了一点，再加上当时鱼龙混杂，真的是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摆脱自己的嫌疑。吴晓峰看到冷静下来的景嫣依旧愁容满面，还时不时皱下眉头，只能尽量的小心翼翼，害怕不知道那句话惹到景嫣，连带的言语也渐渐的严肃温润起来。嫣儿，你当时确实是处在案发现场，你有没有看到凶手的模样，或者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出现在哪里？没有。我要是看到了，还会被当凶手抓起来，早就把凶手给他们抓起来了，还用他们出手。刚平静些许的景嫣听到吴晓峰问话，当即再次暴躁了起来。吴晓峰躲在角落，显得有些委屈兮兮的，一副受气模样。倒不是说没看到，只是我当时有些慌乱，并没有看清楚，只知道有人喊叫说杀人了。但当我回头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死胖子趴在地上了，匕首还插在他的胸口上。景嫣看到吴晓峰一副受了气的小媳妇模样，也意识到自己语气可能有些重了，只好放缓语气，将事发经过叙述了一遍，好尽量缓解下尴尬。原本还躲在角落有些瑟瑟发抖的吴晓峰，听到景嫣终于可以好好说话了，当即满血复活，再次嬉皮笑脸了起来。嫣儿，你是说当时你看到的死者，就是你口中的胖子，是趴着死去的，匕首是从背后一击毙命？是的，你们古代真麻烦，连指纹鉴定都没有，害得本小姐被无辜冤枉。第一次蹲局子竟然是这样开始的。景嫣越想越委屈，说话都有些颤音，好似要哭出声来，甚至连一些现代词汇都飙了出来。但是明显的吴晓峰是听不懂这些的，但是也不奇怪，毕竟吴晓峰和景嫣在一起久了，对于景嫣偶尔飙出来的什么奇葩词汇是见怪不怪了。说来奇葩这个词还是和景嫣学到的呢。既然嫣儿你说死者是被人从后面一刀毙命，这么说来，凶手必定是个狠辣之人，至少是个熟人也说不定，但也许会是个惯犯。但是贾乡绅虽然在城镇人品不算太好，但是也并无和什么人家有过深仇大恨，首先可以先排除仇杀可能。吴晓峰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既然不是仇杀，死者又是被人从背后一刀毙命，显然可能是熟人作案了，不然其他人没有动机，也没有作案手段啊。
吴晓峰将案情来回分析了一遍，景嫣自始至终都没有打断他，反而是一脸认真的思索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临时起意？你也说了，凶手很可能是惯犯。既然是惯犯，那杀人动机就无从谈起，很可能是受人指使，亦或者见财起意。不妥。吴晓峰否认了景嫣的推断道，凶手杀人现场是死者倒地之后被人发现，才惊动周围人群的，显然不符合临时起意。闹市之中不会有那个凶手在那种环境下动手。至于受人指使，这个更加说不通了。死者一没有和人有过深仇大恨，二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、怨天尤人之事，想来不会。那么这样说来，只能是熟人作案喽。在死者毫无防备意识的情况下，在背后给予其致命一击，一刀毙命之后，借助喧闹的集市快速撤离案发现场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景嫣听完吴晓峰的一番推论后，接连发出诸多感叹，当真是好手段，可怜我这个冤枉的替罪小羊。景嫣说完还不忘发一番牢骚。吴晓峰轻微地搂过景嫣，伸手触摸着景凌云披肩的秀发，因为回来后景嫣洗漱一番的缘故，此时秀发上还有着淡淡的香味，不由得吴晓峰深吸口气，嫣儿不要担心，我一定会抓住凶手，还你一个清白，你放心好了。景嫣被吴晓峰抱住，双手围在他的腰上，听着吴晓峰不多的情话，你说的哦，要是你抓不住凶手，我非揍你不可。言语间还用小手轻轻敲打着吴晓峰的背部，好似真的要把吴晓峰怎么样一样。你放心，要是我抓不住凶手，那我就陪你浪迹天涯，我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吴晓峰难得的说了点俏皮话，倒是这次景嫣真的被逗笑了一次。那现在这样啊，我说话没人信，我都解释好多遍了，他们就是不相信我。景嫣说着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小委屈，弱弱的甚是惹人怜爱。身为前世的女杀手，虽然这种性格景嫣一般不表露出来，但是自从和吴晓峰在一起后，她发现自己越来越脆弱了，总是不自觉的会在吴晓峰面前表现自己软弱的一面来。吴晓峰再次抱住景嫣，好生安慰了一番。久久分离之后，吴晓峰还是决定现在就去县衙表明自己的猜测，担心迟则生变，否则景嫣估计真的要和自己一起做一对亡命鸳鸯了。你跟着我来吧。县官沉默了半晌，点了点头。贾老爷好歹也是一乡绅，不同于普通的平民百姓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，他自然得把这事调查清楚。再有，他作为县官，如果不管不理这种事情的话，到时圣上追责他不就完了？所以对于吴晓峰的提议与想法，他并没有拒绝，他也希望此事能够顺利的早日调查清楚。县官站起身来，抚了抚衣摆，看自己衣冠楚楚，才吩咐身边的人赶紧去安排2辆马车，自己要去贾府一趟。那小厮得令急忙便跑了出去，不过片刻功夫，马车便安排妥当，县官率先阔步走了出去，上了第1辆马车，而吴晓峰与景嫣紧随其后，一起上了第2辆马车。他们2人在外是以夫妻示人的，自然是坐同一辆马车。马车内一直跟在吴晓峰身侧并未多言的景嫣这才开口了，她轻蹙眉头，眸中不乏担忧之色。那人既然敢杀贾老爷，那必是胆大之人，我们这般真的不会打草惊蛇吗？若是让人就这么跑了，他们不知道还得追查到何年马月呢，那到时候自己还要不要回家了？想到这，他便多少有些不高兴，自己本可以很快就赶回家了，谁知竟出现了这么一事，自己还好巧不巧的正好撞上了，还被认为嫌疑人。虽被吴晓峰保释出来了，但此事不调查清楚，他的身上终究会有嫌疑的。你说这犯人是怎么想的？非要用杀人来解决问题，若被查出来的话，可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。
到时候他全家估计都给入狱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啥时候杀不好，偏偏在他们到这的时候他杀人了。要不是肯定不认识，他都能怀疑这人是故意的了。景嫣是这么想的，想到家人，他现在就恨不得把这犯人挫骨扬灰，简直就是耽误他时间。吴晓峰看着景嫣变幻的表情，明白他在想什么，有些心疼的突然抱住了他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放心吧。”这放心包含了2层含义，一是回答他刚刚那问题，让他放心不会出事的；二则就是让他放心，他们很快就能回家的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那想法应该不会有问题。那再查的话，自然很快就会结束的。他有这个自信。接下来2人都未说话，就这么静静拥抱着，但气氛却异常的柔和。就在这时，马车忽然停下了，从外面传来一道恭敬的声音：“公子、夫人，贾府已经到了，请下车吧。”吴晓峰有些可惜地望了一眼景嫣，怎么不再走久一点呢？要是平常，嫣儿可不会这么安静让他抱的。景嫣面色泛红，瞪了他一眼，意思是让他注意一点，然后就直接先下了马车，也没有等他，一看就是害羞了。吴晓峰温和地笑着，没有在意，跟在景嫣后面才下的马车。3人调整好表情，一脸严肃的前后依次踱步走进贾府。只见里面的人混乱不堪，完全没有人看见他们进来，大概都得到了贾老爷死了的消息，所以才这般肆无忌惮。良久，见实在没有人理会他们，县官只好手握拳摆在嘴边，大声咳嗽了2声，提醒他们有人进府。混乱的人群听到声音，皆是不耐地望了他们一样，随后便是一阵静默。就在县官以为他们不认识他是谁时，人群中终于有一个人喊道：“是县官大人！”其他人听此言，脸色刷得变白，全都突然跪在地上请罪道：“大人恕罪，大人恕罪，民不与官斗。”这是每个人都清楚的。如今县官大人就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却无视了那么长时间，自然怕他随便找个罪名就给他们关牢里去了，到时他们找谁哭去？县官大人见此情景，虽然多少有些不悦，但考虑到吴晓峰和景嫣还在，也就没有为难他们，颇有气势地挥了挥袖子：“起来吧。”然后又转过头，友好地对吴晓峰说道：“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”吴晓峰淡淡地冲他点了个头，才望向那些贾府的人，吩咐道：“昨天在贾老爷身边的人都站出来。”下面的人一阵静默，都在不停地与身边的人对视。看到吴晓峰有些不耐烦了，才有那么几个人站出来：“你们几个人按照昨天左右顺序排好。”看了景嫣一眼，景嫣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他们踱步走向那排好的几个人，仔细地扫视着他们，不漏掉脸上出现的任何一丝表情。他问清他们的身份：“都说下自己的身份吧。”那几个人对视一眼，弓着腰颔首以示尊敬。站在第一个的人先开了口，他浑身发抖，面色苍白，说道：“小人是贾老爷的大儿子贾强。”小人是。紧接着后面几个人跟着说着。他们见吴晓峰和景嫣都跟县官大人走在一起，当然明白这2个人也是不能得罪的，况且县官大人对他们态度还那么好。就见吴晓峰和景嫣问完之后商量了一下，最终锁定了他们中的3个人，一个就是那贾府大少贾强，还有一个是他弟弟贾壮，最后一个是贾老爷的贴身侍卫。锁定了这几个人，景嫣也略微放松了下，轻叹一口气，没想到有一天他也会干查案这种事，当真是无妄之灾呀。县官看了眼那3个人，大手一挥，对着一旁的侍卫道：“都押下去。既然是重点嫌疑人，那自然是要关起来的。”那侍卫得令，不顾他们的反抗，就给关进牢里去了。嫣儿，我去审问他们。你……吴晓峰话音未落，就见景嫣很快地接话道：“我去了解他们与贾老爷之间有什么恩怨关系。”他赞赏地看了他一眼，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：“那我们2个分头行动。”于是吴晓峰跟着贾老爷一起去了牢房，
而景嫣却独自去问那些贾府的其他下人们，他们都生活在贾府，应该对这些还是比较了解的。景嫣和吴晓峰了解完各自之间的情况后，便迫不及待地跑回去和对方讨论。景嫣了解了个大概，大体上贾家的关系都清楚的差不多，贾老爷喜欢小的，对大的不好。景嫣回去的路上就开始怀疑，会不会是贾强因为贾老爷的偏爱而对贾老爷动手。可是景嫣在访问贾老爷家周围的街坊邻居，对贾强的评论倒是好的更多一点，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定夺。吴晓峰这边的发现也很大，经过他死皮赖脸地打听了各个家的阿婆、阿姐、阿姨，他总算知道，似乎是有一对具有很强组织纪律性的人死了贾老爷。吴晓峰叹了一口气，也为贾老爷而感到不公。贾老爷可以说很可怜了，死得不明不白，死前眼睛都没闭上不说，那死相叫个凄惨。景嫣和吴晓峰见面之后，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旁，像是要谈判的架势。我查到了点东西。景嫣喝了一口茶水，扔下水杯，这一路给他渴得不行，都没有时间喝一口水。吴晓峰刚想要说话，就被景嫣给打断。景嫣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吴晓峰秉承这个思想，又给景嫣倒了一杯水。贾老爷不是有2个孩子？根据我从贾家7大姑8大姨远方亲戚打听到的消息，贾壮是贾老爷的老来子。贾强本来还是一个挺老实的人，可是自从贾壮长大以后，两兄弟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往往因为一点小事，双方就会背地里打起来，一般都只在贾老爷面前装样子。吴晓峰点头，我得到的消息和你差不多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贾老爷应该一早就被盯上了，出去那天就有人蹲他。景嫣听到吴晓峰的话之后，无奈地揉了揉眉心。景嫣没有想到他们的关系那么复杂，一家子2兄弟就不能好好相处吗？偏偏杀爹杀娘，也为自己淌了这趟浑水而感到后悔。他不该多管闲事的。吴晓峰看出来景嫣的心思，俩人在一起这么久，不说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差不多了。俩人不约而同都感觉这事儿有点闹心。吴晓峰把景嫣圈在怀里，安抚景嫣有些烦躁的心，把玩景嫣的一缕发丝。景嫣也是任着吴晓峰摆弄，她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说，就是想让这事儿早点结束。这几天闹得她都要爆炸了。景嫣也没有想到，当初只是多看了一眼，就被当成了嫌疑人和替罪羔羊。如果能重来的话，她是一定不会好奇去看。老来得子，自然是对贾壮宠爱了点，贾强就不乐意了。贾老爷一直都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冲突吗？吴晓峰轻声询问景嫣，景嫣伸出手遮住半边脸，闷声闷气道：“贾老爷发现是发现了，并没有多在意，怕因为这伤了和气。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能闹得那么大，毕竟之前也就是小打小闹。贾老爷对贾壮也是有点偏心过头了，导致贾强被忽视得太过严重，所以贾强派人杀了贾老爷。不应该呀，贾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吴晓峰琢磨，这如果贾强和他想象的一样，那么凶手怕应该就是贾强了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们对贾强的评价有好的也有坏的，更多的是夸他乐于助人。这一下子，吴晓峰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。这件事儿越拖越难办，景嫣烦得要死，还不能不管，气得照着吴晓峰身前来了一拳。吴晓峰看出来景嫣不高兴，也想着不正经的来逗她开心。啊，好疼啊！谋杀亲夫是不是？为父要被你打死了呀！这话一说出来，景嫣就红了大半个脸，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，反正景嫣脸上红红的，盯着吴晓峰，能不能正经点？景嫣刚想抬起来得手，就被吴晓峰一把握住。我只在你面前不正经。说完，吴晓峰捧着景嫣的脸，一本正经地亲了一口。景嫣懵了，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，咳了一声嗓子，说正事说正事，你查到什么了？吴晓峰也知道现在不是和景嫣争论的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但是一想到景嫣刚才脸红的样子，就觉得好看极了。
如果不是特殊时期，他保准逗他逗个大半天也没什么。我之前怀疑会不会是贾强下的手，不过你刚才说贾强的口碑似乎挺好，我对他的疑虑就小了点。之前也是见过一面，没什么好感，给我一种憨厚的感觉。贾强给他的感觉有点像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不过这句话他可没说出来。景嫣点了点头。那你觉得会不会是假状呢？吴晓峰细长的手指在桌子上敲着。假状？倒是没有多管他，是不是应该找人查一查假状？在景嫣和吴晓峰心里，假状是被贾老爷宠大的。按常理来说，家壮不可能对贾老爷下手。要是说谁最有可能下手，俩人想的都是贾强。毕竟贾强早就不满意贾老爷对贾壮的偏心。要是说是贾强因为得不到宠爱杀了贾老爷，还说得过去。我现在怀疑有人点了名要拿贾老爷的命。景嫣一拍桌子，脸上一阵惊讶。如果这是谋杀的话就好办了，顺着线索找到人就成了。景嫣迫不及待让这件事情赶快结束。贾老爷在看热闹的时候，他身边你应该还记得都是护卫吧？景嫣回忆着，点了点头。我去查看现场的时候，听见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。我厚着脸皮去问，他们告诉我，贾老爷在被刺的时候，好像看见了一个队伍冲进来，打乱了人群。那基本上就是那群人动的手，就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。现场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，贾老爷生前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景嫣还是觉得贾强、贾壮俩兄弟有嫌疑，只不过没有什么证据罢了。景嫣叹了一口气，事情越来扑朔迷离。了解到这些事情以后，景嫣和吴晓峰都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两个人见面以后，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过对方听，然后两个人就陷入了沉默。小峰，我觉得这件事肯定和贾老爷的两个儿子有关系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。景嫣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了口：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，怎么突然就来了一群人？怎么那么巧就把那些护卫全弄走了？这些都是问题，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找那么多人来故弄玄虚。小峰，你觉得呢？旁边的吴晓峰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景嫣的观点，然后也开口说了自己的想法。我也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一切都太巧了，怎么可能会如此巧？如果说贾老爷的儿子是凶手，我觉得两个人中最有可能行凶的就是大儿子贾强。听别人说的，贾强和贾老爷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，而二儿子贾壮则是贾老爷最喜欢的儿子，应该不会对贾老爷行凶。说完，视线便落在了景嫣身上。打从他认识景嫣以来，就觉得景嫣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人，和那些乡村老妇不一样，和那些大家闺秀也不一样。景嫣看见吴晓峰一直看着自己，突然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然后咳了咳，开口：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，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还需要用证据来说话。我看，不如我们去旁敲侧击问问他们两个，看看他们两个有什么反应，这样子也好知道后面怎么办。吴晓峰也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听见景嫣说了出来，自然是同意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就去问问他们吧。吴晓峰理所当然地说道，说完就准备去找人。景嫣忙喊住他：等一下，小峰，我们还是分头行事吧，这样子也快一点，我们还要离开这里呢。听到这句话，吴晓峰愣了一下，他本来是想两个人一起去玩的，谁知道景嫣会说分开行事。不过吴晓峰只当是景嫣想要早点离开这里，所以也只是点了点头，说：好，那我去找贾强，你去找贾壮，你要注意安全。因为吴晓峰已经认为贾强是杀害老爷的凶手，所以就自己要求去找贾强。他想，如果贾强有什么反抗的话，自己也可以制止住他。如果让景嫣去，太危险了。两个人话说完以后，便都离开了，去找自己要找的人。贾府，景嫣坐在贾壮的面前，淡淡的喝了一口茶，才开口：贾二少爷，我今天来是有一些事情找你。
因为你父亲的事情，我没办法离开这里，所以还希望你可以帮帮忙。甲状在座位上有些不安，听见嫣儿的话，似乎被吓了一跳，反应慢半拍的笑了笑，笑得有些勉强。景姑娘有什么要帮忙的？我也没什么能耐，不一定能帮到姑娘啊。看见甲状这个反应，景嫣有些好奇，他们觉得贾强才是凶手。如果是贾强有这个反应，还是很正常的。而甲状死了，最疼自己的父亲，自己有可能是杀人凶手，他怎么还对自己如此客气？带着怀疑和好奇，景嫣继续开口：“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贾二少爷可以帮忙的。我想问问那天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贾老爷出事的时候，二少爷有没有看见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啊？”听见这些，贾状的表情又变了。只见贾状忙拿起杯子喝茶，茶都已经有些凉了，也没让人换。喝了好几口茶以后，才抬头看了看景嫣，然后一副不知道怎么说的表情，似乎是想笑，又似乎是害怕。我没注意到有什么奇怪的人，恐怕是帮不了你了。你还是去问问别人吧。我还有事情，就不留姑娘了，请吧。看见这个样子的甲状，景嫣很不解，他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不应该呀，这件事应该和他没什么关系啊，他怎么会这个反应？另一边，吴晓峰也在问贾强类似的问题。贾少爷，关于你父亲的事情，我想问一些事情，不知道方便吗？你也知道，与我同行的景嫣姑娘被当成嫌疑犯，我们也想早点离开这里，还希望你可以帮帮忙。贾强一脸不屑地说：“帮忙？谁知道那个景嫣到底是不是凶手呢？你这样子是不是想让我放你们离开？”如同景嫣没有想到贾状的那个反应一样，吴晓峰也没有想到贾强的态度如此强硬。吴晓峰也好奇地看了看贾强，虽然很不喜欢他说景嫣时的模样，不过还是耐着性子继续说道：“贾少爷，你能不能说说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可以保证嫣儿不是凶手。”你说保证就保证了，我可不相信你们。贾强的话依然不好听。吴晓峰无奈，还是只能继续问下去：“贾少爷，如果没有看见，就不能这样子说。还是请你想想，那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人，或者发生什么事？”可能是觉得吴晓峰有些生气，贾强的态度也好了一些，说道：“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时候突然很多人过来，我就是看了看，只是一转眼的时间。回过头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父亲已经被人插了一刀了。”说着，贾强似乎又想到了当时的情况，忍不住有些抖。毕竟是第一次看见杀人的情况，也是第一次看见死人，而且那个人还是自己的父亲。我当时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，忙喊人，然后我就发现我父亲已经没气了，也不知道到底是那个杀千刀的杀了我父亲。被我知道了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贾强有些愤怒，看着这样子的贾强，吴晓峰更不能确定自己的想法了。这样子的态度不应该呀。没一会儿，吴晓峰便起身告辞了。和景嫣见面以后，两个人把贾强、贾状的态度和自己的他们的对话一说，两个人又沉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。应该是心虚的人振振有词，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人却似乎心里有鬼。一时间，景嫣和吴晓峰也不能确定到底谁才是凶手了，因为贾强和贾状两个人的态度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景嫣和吴晓峰的想法又不得不有些改变。不过，如果只是怀疑的话，两个人完全没有办法给那个人定罪。就在两个人沉默了很久以后，吴晓峰率先开口：“嫣儿，看来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了，我想你的想法也应该有些改变吧。”景嫣点了点头，表示吴晓峰说的的确不错。可能一开始我们都太先入为主了，只是这一次，我们还是先在一些证据比较好，免得到时候又出什么事。吴晓峰也是这样子想的，只不过吴晓峰还没有想到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证据。证据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证据呢？吴晓峰低声喃喃自语，
旁边的景烟听见他的低声呢喃，微微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抬头看着吴晓峰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办法。”吴晓峰还在认真想着证据的事情，突然被景烟的话打断了思路。听见景烟说自己有办法，眼睛一亮，忙追问有什么办法。景烟唇角上扬，口中吐出几个“夜探贾府”。被这4个字吓了一跳的吴晓峰有一瞬间的愣神，反应过来，忙说：“不行，这样子太不安全了。”似乎景烟早就知道他会这样子说，在听见这句话以后，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小峰，我们必须去贾府看看，不管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其他的什么。小峰，你相信我。”景烟的话似乎有什么魔力，吴晓峰听了以后态度软了很多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景烟只是嗯了一声。吴晓峰无奈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那好吧，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是夜，2个穿着夜行衣的人落到贾府的墙头上，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巡逻，自然也没有人发现这2个不速之客。你去贾庄那里，我去贾强那里，半个时辰后在这里见面。其中一个人开口，正是景烟。吴晓峰点了点头，2个人便一左一右地离开墙头，去往自己要去的地方。贾壮的房间里，贾壮已经入睡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吴晓峰还是往房间里吹了些迷烟，确认贾壮不会突然醒过来以后，吴晓峰便开始在房间里找了起来。在贾壮的卧室里有很多武器，吴晓峰不由得皱眉，怎么会有人在房间里放那么多武器？不应该呀，就是习武之人也不会放那么多的武器的。吴晓峰认真地看了看武器，毕竟贾老爷是因为被匕首插中心脏而亡的，所以在有武器的情况下，吴晓峰自然是要认真看的。刀、剑、枪、棍、狼牙棒、流星锤等等等等，可以说贾壮这里的武器实在是太多了，基本上不管是应该有的还是不应该有的，他这里都有。突然，吴晓峰想到了什么，既然他这里什么都有，为什么偏偏少了匕首？按道理说，一些不应该在这里的武器都在这里了，那小小的匕首又怎么会不在？难道杀害贾老爷的那把匕首就是这里缺少的那把？那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贾壮就是杀人凶手了？想到这里，吴晓峰也不多留，只觉得自己是发现了什么，便转身离开了贾壮的房间。另一边，景烟也同样用迷，要让贾强陷入了沉睡，然后也在房间里找了起来。贾强的房间并不像贾壮的房间，没有那么多武器，确切来说是根本没有武器。景烟最开始找的是贾强的衣柜，因为一般有什么东西要在房间里藏起来的话，那么衣柜就是最容易藏东西的地方。站在衣柜前，景烟翻了翻，发现贾强的衣服并没有太多，只是占了一半的衣柜位置，其他的空间都是空着的。看到这里，景烟不由得心里为贾强道了一句不公平。同样是一个人的儿子，一个人被宠上天，另一个却不管不问。不过景烟也只是这样子想了1秒钟，然后就继续自己的动作，把衣柜里面的东西都翻了个遍。景烟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，除了一些衣服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把衣柜翻了一遍之后，没有收获的景烟又开始去其他地方看看，找了一圈以后，依然是没有任何收获。景烟正打算放弃，要离开房间的时候，脚踩到一块地板上，突然觉得这块地砖似乎不平，景烟立马蹲了下去。然后景烟把脚挪开，就见那地砖不知道为什么并不是和其他地砖在同一水平线上。景烟看着微微有些高的地砖，伸出手把那地砖拿起来，砖下有一个厚厚的信封。就是因为信封太厚了，才使得这块砖比其他的砖高出来一些。景烟打开信封，开始看里面的内容，不过片刻，景烟的表情就变了。这封信竟然是贾壮写的，贾壮他竟然想要联合外人争家主的位置，他竟然想把自己的父亲拉下来。景烟想了想，把砖重新放好，拿起信便离开了。回去的时候，
吴晓峰已经在等着了。两个人见彼此都没事，都放了心，两个人便一起离开了这里，回去自己住的客栈。景嫣换了衣服，去了吴晓峰的房间。吴晓峰也已经换下了夜行衣，景嫣便开始说今天晚上自己去贾强房间里的经过。说到最后，把从贾强房间里拿到的那封信拿了出来。吴晓峰接过信，把信的内容大致看了一遍，也惊讶于贾壮竟然有这种心思，不过又想到不见了的匕首，又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。然后吴晓峰把信放下，对景嫣说了自己去贾壮房间看见的一切，然后问道：“嫣儿，你觉得一个房间里什么武器都有的人，会没有匕首吗？”景嫣瞬间就明白了吴晓峰什么意思，也同意吴晓峰的观点。现在看来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贾壮。吴晓峰点了点头，两个人又想了想，还是吴晓峰开口：“现在我们需要引蛇出洞，我们现在知道的证据不能直接拿出来，毕竟我们可不是正大光明的查的。”景嫣表示同意，然后说道：“我有一个办法。”景嫣思考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不如我们来设个局吧，看能不能引蛇出洞。”吴晓峰一拍手说道：“就听你的安排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”景嫣说道：“贾壮不是有些不对劲吗？那么我们就让贾强被抓起来，看看贾壮会做些什么。他丢了东西，自然会去找回的，咱们就等瓮中捉鳖就是了。”吴晓峰说道：“万一人家不来呢？或者人家想再等等呢？”景嫣说道：“不会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因为这东西对他来说特别重要，他不可能就这样轻易放弃的，绝对会冒着巨大危险而来。我们要不要打赌啊？”吴晓峰说道：“你的脑袋瓜子就是聪明，我就不和你打赌了，什么事情都难不住你。你就说说怎么才能让贾强先被县官给抓起来呢？”景嫣自信地说道：“直接和县令说出我们的计划呀，你也无需担心，县令大人绝对会好好配合我们的。他自己已经着急死了，若是能破案，绝对不会放过机会。走吧，我们去找县令大人谈谈去吧，总会有很多的收获以及帮助的。”吴晓峰立马起身走在前面，给景嫣带路，边走边说道：“好吧，你很了解人心。”景嫣一直在思考为何贾老爷会死，不知不觉中，两个人就来到县衙的县令书房。走到门口，一个衙役说道：“吴公子，景小姐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来了？”“我家大人正在为贾老爷的案子头疼不已呢。”吴晓峰说道：“那我们来得很及时，快去告诉县令大人，说我们有线索了，马上就能破案了。”衙役一听，喜笑颜开地说道：“真的吗？我这就去回禀大人去。两位请稍等。”衙役说完就小跑进入书房，喊道：“大人，大人，有线索了，有线索了！吴公子和景小姐带来好消息了。”书房里的县令一听到这话，连忙说道：“快去把两位请进来。小东，你怎么不先把人带进来呢？这么着急的事，还让人在外面等着呢。”衙役一听，连忙赔罪：“大人请恕罪，小的也是一时着急，想让大人高兴高兴，9点忘了把两位客人带进来了，小的这就去。”对于这个衙役县令还是没有生气，毕竟跟在自己身边很多年了，十分可靠。吴晓峰和景嫣两个人缓缓走进来，县令连忙急切地问道：“二位可是找到什么重要线索了吗？”吴晓峰笑着说道：“大人何必如此心急呢？自然是找到此案的重要线索了。接下来的事还需要县令大人配合一下了。”县令问道：“何时需要我配合呢？”景嫣说道：“只需大人将贾强抓起来，再去寻找一个人。”县令疑惑不解：“找人可以，为何要把贾强无故抓起来呢？”于是疑惑地问道：“为何要将贾强抓起来呢？不可无故抓人的。”景嫣说道：“自然不是无故抓，随便找个理由不就可以了？况且如果抓了贾强杀人凶手，就已经按耐不住的现身。”县令仍旧不解，凶手为何会现身呢？景嫣解释道：“贾强的房里有他的落下的东西。”县令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现在就去派人把贾强抓进衙门。那我需要找什么人呢？”
吴晓峰说道：“一个深得贾壮之意，近日却被赶出贾府的人，此时又狼狈不堪地流落街头，隐姓埋名、胆小不堪之人，县令一惊。吴晓峰和景嫣两人悄悄潜入贾府，埋伏于贾强房内静等。果然，贾强刚被抓，刚刚入夜，就有人偷偷来到贾强房内翻找东西。这时，两人出现在他背后。吴晓峰拿出一个蓝色账本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”来人一惊，连忙转身，保持戒备。景嫣一副早已明了的目光看着那人，说道：“果然是你，贾壮，不错，来人正是贾壮。不过贾壮还打算装蒜，不知道吴公子和景小姐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为何要找他？”景嫣反问：“贾公子，你又怎么会在你兄弟贾强的卧室里？”贾壮说道：“我怕牢里太过寒冷潮湿，就准备收拾着衣物和棉被给他送去。”景嫣，那你为何不成早点？为何要入夜才来呢？贾壮解释道：“因为贾强被抓，府内混乱，我要处理很多事情，而且今天正好是点账的时候，还有店铺掌柜的汇报，所以我才这么晚才来。”吴晓峰见他不打算认罪，就说道：“你偶然间发现贾强在调查你，并发现了你做假账的事情。若是这件事让贾老爷知道了，定然是把你逐出家门。你害怕贾强告密，于是就想先下手为强，在他告密之前把他干掉。”看了眼对面的男人，不徐不急，紧接着说道：“于是你偷偷地潜入贾强的书房里。怎么也没想到是贾强并不在里面，在里面的人偏偏是贾老爷。你把贾老爷当成贾强给杀了，随后你发现那不是贾强，就匆忙跑了。但是账本没有被你找到，你只能下次找机会再来取，不曾想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再来到贾强房内。今日贾强被抓，府内没有衙门的人监视，猜你定然会来。”景嫣继续说道：“你已经错过了第一次机会，断然不会再错过这第二次机会了。万一再生其他事端，这账本只怕是落不到你手上。所以你冒着最大的风险，也要潜入贾强的房内寻找这个账本。书房只怕让你也早已翻了个遍，所以你就直接来到贾强的卧室找。”贾壮被吴晓峰和景嫣连番指责，此时也有些慌乱，双手不住地颤抖哆嗦。但一想到贾强已经被县衙抓捕归案，现在吴晓峰两人有没有证据，只要自己拒死不认，那他们就拿自己没有任何办法。贾壮整理下慌乱的情绪：“我进去我兄弟的房间，还要向各位请示一下，这里是贾府，几位是不是过于嚣张了点？”贾壮言辞凿凿，雷厉风行，又占据了主场优势，说起话来当真硬气了不少。吴晓峰当然没有因为贾壮强硬的语势而有所动摇，当即就质问贾壮匕首的事情。不知贾兄弟可还记得，你收藏的兵器库里少了一样东西？面对吴晓峰的质问，贾壮刚平整的气势又有了些错乱。我收藏的兵器那么多，都是下人日常整理，我怎么会发现少了什么？那不知贾兄弟可还记得，在你的收藏里可曾有过一把匕首？若我记得不错，那是一套定制的兵器吧？样式以及花纹都是特殊工艺制作，每一件放在外面可都是精品。可是我在排查的时候，单单发现里面少了一把匕首。吴晓峰依旧抓住不放，接着说道。吴晓峰越是向下说，贾壮的脸色就越是惨白，渐渐的有些肥硕的脸上几乎没有了一丝血色，冰冷的有些吓人。贾壮还在强装着镇定，确实好像有那么一套，但是却是许久之前的事情了，现在记不得了。要是吴兄有兴趣，我可以将其赠予你。不用，我见那套兵器被养护得很好，看来是贾兄弟喜爱之物，我怎敢夺人所爱？还是贾兄弟自己留着吧。倒是在下对这套兵器独独缺少了一把匕首比较好奇，既然贾兄如此喜爱这套兵器，少了把匕首不会没有发现吧？
吴晓峰依旧充满耐心。既然已经可以肯定此事实甲状所为，现在证据已经找到，人证也就在这里。吴晓峰是一点也不担心的，即便现在甲状还在嘴硬，但是吴晓峰相信他坚持不了多久。只要自己拿出足够有力的证据，就不信他不认罪。见到吴晓峰又提起那把匕首，甲状知道不能再过多牵扯这个问题，不然真的可能会阴沟里翻船。自己好不容易布局到现在，绝对不能就这样前功尽弃，毁于一旦。于是连忙撒了个谎言，好尽快平息这场纷争。原来吴兄弟是说这个呀，我当然知道那把匕首去哪了。前2天在下突然心血来潮，便去取了匕首耍了几次，一时忘记放回，现在还在我屋内存放呢。吴晓峰见甲状依旧嘴硬，想要故弄玄虚，当即也不再绕弯子。既然甲兄说匕首现在在自己屋里，确实在我屋内。甲状连忙回应，生怕吴晓峰再过多纠缠。但是吴晓峰明显就是冲着匕首来的，显然要让甲状失望了。那不如甲兄现在取出，让我观看一下。我也是对这套兵器喜欢得很，但是偏偏少了一把匕首，心里总觉不够完美，还望甲兄弟成全。不行！确实，甲状的一声惊呼打断了吴晓峰继续说下去。为何不行？吴晓峰依旧不依不饶。匕首我用过之后还未经行清理，现在取出让吴兄你观看，怕是不妥，怕是要打扰了吴兄雅兴，还是再过些时候，我好生保养一番，再亲自请吴兄弟入府观赏为好。甲状依旧在打着哑谜，哼，甲状，你怕是不见黄河心不死是吧？那把匕首根本就没在你的手里，杀死甲绅士的怕就是那套兵器里的匕首吧？吴晓峰已经渐渐失去耐心，当即冷哼一声，直接和甲状摊牌，也不再绕弯子。你莫要血口喷人，我怎会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？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甲状被戳破，当即恼羞成怒，直指吴晓峰血口喷人。杀死甲绅士确实对你没有任何好处，但是要是杀死甲强呢？要是你原本要杀的人是甲强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甲绅士只是你误杀而已，你真正要杀的人其实是甲强吧？只是甲绅士巧合之下被你杀死。当你见杀错人后，慌乱之中将匕首留在现场。我说的对与不对？吴晓峰一开始还是慢慢叙述，最后言辞越来越狠厉，最后演变为声声斥责。这位是给你收拾兵器库的丫鬟吧？我已经找她仔细辨认过了。你少的那把匕首正是甲绅士背心一击毙命的那一把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吴晓峰也不给甲状继续狡辩的机会，直接拉来收拾甲状兵器库的丫鬟来指认。甲状脸色蜡黄，但是依旧死不认罪，甚至表示凶犯甲强已经被制服认罪。吴晓峰如若再在这里妖言惑众，自己就要报官抓人。甲状言辞刚落，不用了，贾大人不用报官了，我已经来了。回话的却是景烟许久未见的捕快。巡捕大人来得正好，这2人私自闯入我家府闹事，在这里妖言惑众，污蔑好人，请巡捕大人为我做主，严惩小人呐！甲状说的声泪俱下，不仅颠倒黑白，还将吴晓峰和景烟2人污蔑私闯贾府，当真是不要脸至极。是否是污蔑于你，我自有定夺。现在我要请贾大人配合在下做件小事。巡捕言语生冷，但是并未失了礼节，依旧称呼甲状为贾大人。当听到巡捕要自己配合的时候，甲状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但依旧客气地回答：不知巡捕大人所谓何事，我好准备一下，该配合的尽量配才好。巡捕也不客气，来人，铐起来带走。巡捕身后走出2人，用枷锁将甲状铐了起来。甲状已经知道此时再说无益，也不再挣扎，让2人铐了起来。巡捕看到站在一旁的吴晓峰，景兄弟也在，这次多亏吴兄指点，才能这么快破案，当真谢谢吴兄了。说完还不忘行了一礼，算是对吴晓峰的感谢。巡捕大人客气了，
我只是略微尽一些微薄之力。再说此等是负杀兄之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吴晓峰连忙回了一礼，客气道。巡捕站立起身，也没有和吴晓峰过多的客气，只是交代了冲撞贾绅士的人已经找到，并且还在其身上搜到了贾状和其来往的书信，现在已经足够给贾状定罪。景烟正是恢复自由之身，贾状见此无可奈何呀。县令大声质问道：“嫌犯贾状，你可认罪？”贾状说道：“我认罪。”县令说道：“回衙门开堂审讯。”一行人押着贾状回到县衙门府，县令穿好官服，高坐大堂之上，说道：“开堂！”众衙役喊道：“威武，威武！”还拿着棒子有条有序地敲着地面。说完就全体安静下来。县令拿起堂板一拍桌面，说道：“带凶手贾状上堂！”一旁的师爷高喊一声：“带凶手贾状上堂！”贾状被衙役押着来到大堂上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县令问道：“堂下跪的何人知道吗？”跪着的贾状回道：“贱民贾状。”所犯何罪？贾状继续说道：“贱民欲谋人性命钱财，误伤家父性命。”此时应该入睡的百姓听到贾府破案了，就纷纷起床来到衙门看深案。没想到杀害贾老爷的凶手居然是他小儿子，因为是晚年来子，所以贾老爷对贾状细心呵护，百般宠爱。没想到他居然杀了自己的父亲。隔壁街的妇人贾说道：“哎呀，没想到宅心仁厚的贾老爷居然被这个畜生儿子给杀害了，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”隔壁的寡妇说道：“真是的，没想到这个贾状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，居然弑父。”隔壁家的老夫子说道：“不孝子啊，家门不幸啊，贾府居然出了一个这样的畜生啊！”县令再拍桌子说道：“肃静，肃静，堂下不许议论。”瞬间百姓们就闭上嘴，不再议论了。若是语言能戳死人，只怕贾状早就被这些乡民一人一个字给戳死了。接下来不管县令如何再问贾状，都如实回答，将你如何犯罪一一道来，不许有所遗漏。贾状悔恨地说道：“不久前兄长不知从何拿到我的账本，我不想做假账的事情败露出来，于是就想杀人灭口，就拿出匕首打算暗杀兄长。不料想到家父早有察觉此事，悄悄把兄长支了出去，自己留在兄长房中。家父劝我不要做傻事，争吵当中我失手杀了家父。当时的我十分害怕，就匆忙离开。”说完，就只是默默地等着宣判结果。一旁的县令也气得着火，此人居然如此心狠手辣，居然能对亲生父亲下此毒手。于是说道：“师爷宣布审判。”师爷拿出状纸，高声念道：“以上所述均为事实，犯人贾状谋杀亲父，判3日后53刻斩首示众。平民贾强无罪，当场释放。”下面一片欢呼：“好，好！县太爷英明啊！贾状该死，退堂！”威武！宣读完审判后，贾状瘫坐在地上，脸上露出不甘难过，以及还有悔恨。是啊，悔恨！他自己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想想父亲是多么疼爱自己的，然后他就仍有着衙役拖回牢中。后堂中，县令对着吴晓峰和景烟说道：“多谢二位的相助，之前本官得罪之处，还请多多谅解。”景烟说道：“无妨无妨，现在真相大白，也还了我清白之身。只是可怜那贾老夫人了，如今丧夫又丧子，只盼贾老大可以好好侍奉左右，减少悲伤。”县令说道：“这是两位也不用多担忧，贾强为人孝顺，定然是会好好侍奉他母亲的。如今他也就只剩下这一位亲人了，自然是多加照顾陪伴了。”吴晓峰说道：“县令大人所言甚是，是我们多虑了。”景烟说道：“案子已经结了，凶手也抓了起来，我与吴公子已经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了，我们就先行告辞吧。”县令婉拒道：“两位留下吃一顿饭吧，就当是本官以表感谢之情，可好？”吴晓峰说道：“多谢县令大人好意，我与景小姐还有其他紧急事情要办，近日已经耽搁了不少时辰，
所以大人不必再挽留了，县令也不好继续挽留了。毕竟人家还有事，之前被贾府的案子耽搁了不少时间，自己若是再挽留，定然是误事。于是说道：“二位下次若是有空了，本官再宴请两位可好？”两人见此也不好推脱，就说道：“多谢大人好意，两位告辞。”说完，两个人就走了。刚刚走出衙门，就被贾府的人拦住了。贾府的一个家丁说道：“大少爷请两位去贾府一趟。”也不等两位回答，就推推拥拥地上了马车。景嫣知道他们没有敌意，就没有出手。两人到了贾府门口，贾强早已带着众人在门口候着。贾强高兴地拉着吴小峰进了贾府。一群女众将景嫣拥进贾府，到了大堂，两人才没有被众人围着。贾强请两位坐下，上好茶。突然贾强跪下，对着吴小峰和景嫣说道：“多谢两位替父亲查出凶手，虽然结局有点让人接受不了，我原本只是想替弟弟把漏洞补上，没想到他居然对我下此狠手。若非父亲替我挡了一劫，只怕死的是我。”贾强的妻子也跪下说道：“我们贾府上上下下都十分感谢吴公子和景小姐帮我们找出凶手。”景嫣和吴小峰赶紧将两个人扶起来，急忙说道：“这只是应该的，两位无需如此，我们承受不起呀。”贾强让人抬出2箱银子，说道：“这是我贾某代表我贾府上上下下为两位准备的谢礼，一共2万两银子，还请二位收下吧。”两人断然不会接受这么多银子的。于是景嫣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能接受，太厚重，还请收回去吧。”贾强说道：“这是两位应该的，贾某断然不会收回的，两位一定要收下呀，不然贾某心有不安啊。”吴小峰说道：“竟然如此，我们就拿一个吧，就当弥补我们这几天的劳累奔波吧。”说着，就从箱子拿出1枚银簪子。贾强见此说道：“会不会太少了？多拿一些吧。”景嫣说道：“不用不用，已经够了，再多我们会不安的。”见二人如此坚决，他也不好再相劝，于是说道：“二位真的好人啊，若我再相劝，只怕是我不是了。”勉为其难地收下贾府的报酬之后，两人惊觉为了办案，已经在这小镇上逗留了好几天了。本来计划着过完节日就走，没想到后来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耽误了好几天，不知道小景会不会担心。所以事情一结束，两人就立马收拾收拾，准备回去了。谢谢你呀，小峰，这件事情要是没有你的帮忙，我恐怕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说不定就要在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当成嫌疑人，坐一辈子的牢了。景嫣牵着吴小峰的手，一边走一边说道。吴小峰停下脚步，一拉景嫣的手，把她禁锢在自己怀里，低头道：“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在你的嘴里听到谢谢，有什么好谢的？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要是我们现在的关系还需要说谢谢，那我算什么？算你的好朋友吗？”说完，便推开景嫣，双手环胸，气鼓鼓地转过头去，不再看景嫣了。景嫣扑哧一笑，去戳了戳他，他还扭了扭，一副不情愿让景嫣碰他的样子，似乎景嫣不解释清楚，他还就赖在这里不走了，就再也不理景嫣了。景嫣撒娇道：“玉玉，不要生气了吗？我发誓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对你说出这2个字了。所以玉玉，你真的不准备原谅我吗？”吴小峰不为所动，依旧在那里站得笔直，看都不看景嫣一眼。景嫣尖笑一声，冲到吴小峰面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。吴小峰反应过来，想要反亲回去的时候，景嫣已经跑出去老远了。“小峰，你怎么这么厉害的？是不是你其实很早就猜到答案了，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才没有说出来，是不是？”景嫣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，突然回过来，凑到吴小峰身边，好奇地问道。吴小峰摸摸他的头，宠溺道：“对呀，况且你当时还是嫌疑人，我要是没有查个水落石出，如何还你清白？你还得在衙门里继续蹲着呢，你才是我查案子的动力。不过我也就有些小聪明罢了，不像你，
胆大心细，如果没有你帮我找到证据，恐怕我说再多也没用，不会有人相信我的。所以这件事其实还得归功于你这个小机灵鬼。小风啊，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，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你要是再这么把我宠下去，我可就要目中无人了，到时候给你惹上一屁股麻烦怎么办呢？所以你以后不许再对我这么好了哦。吴晓峰想都没想就说道：目中无人怎么了？我的夫人眼里只要有我就够了，有没有其他人我才不管呢。要是有人敢欺负你，给你惹麻烦，我第一个去把他胖揍一顿，看他还敢不敢找你麻烦。我以后一直这么宠着你，不，应该是更加宠你，把你宠到生活不能自理了，宠成了一个小肥猪，没有人要了，看你还跑不跑得掉。说完还刮了一下景嫣的小鼻子，景嫣不开心了，打了一下吴晓峰的手道：不许刮我鼻子，再刮我手都给你打断。本来鼻子就不好看，你一刮要是它掉了怎么办？岂不是丑死了？你到时候不要我该怎么办？你可是要对我负责的，哪里不好看了？你在我眼里就是最美的，谁敢说你丑啊？我吴小爷的女人，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说三道四了？况且你鼻子这么挺，我多刮几下也没有事啊。说完又刮了3下，景嫣恼火地追着吴晓峰打，但是又不敢下重手，怕打疼他，只得追着他挥舞着小拳头，做事要去打他。结果吴晓峰突然停了下来，景嫣没有刹住车，一个惯性，连人带拳头都飞到了吴晓峰身上。吴晓峰嘶地抽泣一声，疼得趴在了地上。景嫣吓了一跳，赶忙蹲下来查看吴晓峰的伤势，见吴晓峰喘着粗气，似乎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更担心了，眼泪都差点流出来道：小峰，小峰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呀，我不知道你会突然停下来，你能不能转过来？我给你检查一下伤势，好吗？只听吴晓峰似乎是实在憋不住了，大笑出来。景嫣才惊觉自己被骗了，自己就是一个弱女子，虽然会武功，但是没有内力。吴晓峰从小习武，身子健硕，怎么可能被他一撞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？刚刚自己是关心则乱，一下子没想起来，现在一想真是漏洞百出。他生气地打了吴晓峰一记，气呼呼地跑走了。吴晓峰一见他似乎是生气了，立马不装了，站起来飞快地奔过去找他，拉住他的手道：小嫣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想吓吓你嘛。你知不知道我刚刚有多担心呐？我想着要是你出事了，我怎么办？我难道要一辈子守寡吗？景嫣带着哭腔，一边埋怨吴晓峰，又一边难过起来。吴晓峰一听不对劲儿，立马把景嫣的头掰过来，看见她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几乎很快就要夺眶而出，心疼地用手把她的泪水擦干，抱着她温柔说道：不许哭了，以后我要是再惹你哭，我就要自打巴掌。居然能把自己的夫人都弄哭了，我简直太没用了。景嫣听到这话后，倒也不哭了，看着吴晓峰那焦急的神色，突然间破涕为笑起来。随即两人挽着手往梨花村走去，还没有走到家村口，便见到一个小小身影儿冲了过来，将景嫣一把抱住，叫嚷说道：姐姐，你这几天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担心死了。吴大哥去找你，我又怕他找不到你，要是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苦，我肯定会心疼死的。原来景嫣不在的这几天，小景每天干完了农活就到村口守着，一直守到深夜才回家，日日如此，把小人都熬憔悴了。景嫣摸着小景的脸心疼，说道：傻孩子，姐姐在外面有事情啊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姐姐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家里有小景在等着姐姐，姐姐又怎能不回来呢？只是以后不许再这么做了，知道了吗？姐姐，我知道的，但是姐姐你以后再也不能自己一人出去了，外面的世界很危险的。景小景的脑袋不停地蹭着景嫣的手，轻蹙着眉头说道。虽然景嫣的话她都懂，
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担忧。他总觉得姐姐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会吃亏，会出事。尽管姐姐在他印象里一直都是很厉害的，姐姐与他最亲，即使是父母都比不了。所以没有姐姐，他何止会伤心难过？景嫣心里流过一股暖流，热烘烘的。刚想安慰景小景几句，便听一旁从回来到现在还未说过一句话的吴晓峰突然插话说道：“没事，不还有我吗？有我在，景嫣定然会安然无恙的。”这话一出，还未等景嫣有什么反应，景小景一副大人模样，小小眼睛中闪过一丝满意，率先说道：“那就好，希望你能记住你说的话。对他来说，姐姐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。他们家在外不能照应到景嫣，那他身边能有一个照顾他、爱护他的人，自然是最好的。”景嫣面色微微泛起红晕，连耳垂都能看出那隐隐约约的红光。她略带些羞涩地瞪了一眼吴晓峰，若是以前，他肯定不会出现这种姿态。但是现在连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。一旁的景小景看到他的反应，似乎是明白了些什么，由衷高兴之际大感吃惊。他还从未见过自己的这个姐姐这样害羞过呢。景嫣面容的红光渐渐褪去，眸中流光一转，又瞪向景小景，表情似笑非笑，那眼神中传达的意思分明是在威胁：“你这样看热闹，后果可有思考过？”景小景浑身一个机灵，露出讨好的笑容。这个村子虽然贫穷，但村里的村民还是很快乐的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且悠闲自在。即使像老太太严氏，也是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没有丝毫作假之态。而反观他们京城，街上车水马龙，繁荣昌景，乃是富贵权势的象征之地。可内里的黑暗与虚假，也只有他们才清楚。在利益纠纷之下，又哪里会有这样的真情存在？或许会有，但那绝对是稀有中的稀有。眼见着太阳渐渐升高，阳光愈来愈灿烂，小景像是记起什么一样，连忙拍了一下脑袋：“这都中午了，差点给忘了。姐姐姐夫，我们快回去吃饭吧。”那一声姐夫，景小景喊得十分顺溜。吴晓峰听来初始觉得有些唐突，后来细细一品，竟极为舒心。这时原本应该已经睡午觉的景嫣，却悄星号悄来到了景小景的院子里。“姐！”景小景诧异地看着景嫣。景嫣在桌子边坐下，先是给自己倒了杯茶，才慢悠悠地道：“小景，你觉得你姐姐我与吴晓峰在一起怎么样？好啊。”景嫣没想到景小景是这个反应，瞬间心里放心了不少。再者说，吴晓峰身为大家族的少爷，却一点没有盛气凌人之感，反而很是谦逊有礼。最主要的是，他知道他帮了姐姐许多忙，却从未要过什么回报。而且他看得出来，吴晓峰对于外人的态度是很冷淡的，特别是女子，也只有在姐姐面前才会收敛自己的冷漠，使人看得温和舒适。如此，他全然相信他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姐姐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姐姐开心，一切都好。可是，在景嫣眼里，未免不得不考虑这个时代的嫁娶规矩。吴晓峰背景不凡，日后他若要纳妾，在这个女子一点地位都没有的时代，她嫁给了他，身为他的正妻，他又如何能够阻止？京城贵女繁多，他身份又高，即使是为妾，估计也是有人愿意的。到时候让他这个只是农女的正妻要如何自处？而即使被休，他的家庭也为他做不了主。说到底，景嫣就是害怕吴晓峰会如同之前的薛玉安一般三妻四妾，事情兜兜转转，景嫣竟觉得历史又重演了。三妻四妾是这个时代的男子应享的权利，他阻止不了。若是吴晓峰不能认同他的想法，他也能理解，但是他会立马离开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始终做不了妥协，哪怕日后他要孤独终老。想到这里，景嫣便考虑找个时间同吴晓峰将这件事情提早讲明白了。看看日头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不知道吴晓峰这次什么时候回府。思前想后，
还是现在说清楚较好。嫣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吴晓峰感到有些奇怪，景嫣可是很少主动来找他的。小峰，我有件事想与你谈谈。景嫣一脸严肃地看着他，吴晓峰也是表情唰的一下正经起来，示意他说。他洗耳恭听。景嫣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吴晓峰。小峰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不可否认，我也是喜欢你的。你是一个好男人，但是你要清楚，与我在一起就意味着你将不能拥有三妻四妾。我要的感情是一份纯粹的独有的感情。我这个人也极为善妒，所以我希望你只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夫君。简单来说，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他话音一顿，未待他说话，又继续说道：或许你会觉得不能理解，但这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。我将满腔真心交付于你，自然希望能得到一份同等的回报。若是你执意想要与我同婚，日后却纳了妾，那便意味着我的离开，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。如此，那你的想法呢？既然都说了，那便一次全说明白，省得日后争吵。景嫣双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吴晓峰，不漏掉他脸上的任何一点表情。这是他的真实想法，既决定与他在一起，那他便不会瞒着他。一段感情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经营，所以他将这事光明正大地说了出来。即使被拒绝，被斥责痴人说梦，他也早已做好思想准备。听到这段在现在世人可以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，吴晓峰瞪大双眸，嘴巴微张，很是震惊。他以为女子都是一个样，不管内心是多么在意妾室庶子庶女的存在，明面上都会表现出大家闺秀应有的宽容大气，结果背地里却是互相坑害，这简直令他作呕，太虚伪了。不过说来，不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与众不同，他才会注意到他吗？看到吴晓峰并未说话，景嫣的表情逐渐僵住，垂下头，手下意识地握成拳，小嘴吐出淡漠的声音：你不愿意，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果然，历史还是重演了。内心的失望再次袭来，景嫣捏着自己仅存的一点自尊心，转身离开。话其实还有很多没说完，奈何规矩就是规矩，仅一人之力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。离开时，便听见身后的吴晓峰突然冒出一句话，让景嫣愣在了原地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同意了？那你刚刚听吴晓峰方才那反问的语气，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难道你同意了？看他点头，眼神上下打量着吴晓峰，还是觉得不敢相信。要知道，他可不是普通百姓家族，就算是平民，家里还有那么一两个妾室，他一望族子弟就这么同意了。景嫣又将之前的话重复了一遍：你真的确定？不管我们之间有多么深厚的感情，一旦你有了别的女人，我便会毫不犹豫地离开。你不再考虑一下？哈哈哈！吴晓峰看着景嫣再三确认的模样，觉得有些好笑。难不成你还希望我拒绝与你在一起不成？他感到好笑的同时，还有着几分心疼。他知道他为何会这样，这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不安。自从与薛玉安分开后，他便不是十足的相信男女感情了。更何况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还如此之大，遇到事情他吃亏了，都不可能有人来给他撑腰。这也意味着嫁与他之后，他将除了他什么都没了。日后若是他觉得自己这个妻子无法给予他任何帮助，他可以毫无负担地休妻另娶，这些让他如何能够安心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景嫣红了脸，摇着手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好了，别多想，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。吴晓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景嫣身边，伸手抱住了她，语气却是从所未有的认真。你的心思我都懂，在我面前你都没必要解释。不等景嫣点头，耳边又传来吴晓峰的声音：你的想法亦是我的想法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自小出身京城，见惯了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、利益纠纷，这些我真的受够了。说到这里，吴晓峰摸了摸景嫣脑袋，继续说道：我想要拥有一份纯粹的真挚的感情，
没有利用与虚伪，只有那一片真心，所以到现在一直没有成亲。至于妾室，我自然是不会要的，而且一份真正的感情，又怎会容得了另一个女子插足其中？你的身份背景也不用担心，我对权力并没有欲望，娶一个家世高的妻子又能如何？不得不说，吴晓峰说得很全面，几乎是把景嫣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。景嫣抬起头来，看到他眼中那不容忽视的真诚，她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相信。算了，感情这事顺其自然就好。既然他是喜欢他的，他也喜欢他，那想那么多做甚呢？无非是自添苦恼罢了。想到这，景嫣反手抱住了吴晓峰。吴晓峰很高兴，只要景嫣能一心一意接受他这个人，他已经很满足了。但今天景嫣的行为还是令吴晓峰大感吃惊的。这个丫头总是心直口快，是个直爽人。经过这几天，已经思考了一段时间的吴晓峰，打算带景嫣回家见见自己的父母，娶她为妻，相伴一生一世。很快，吴晓峰便安排了行程，带着景嫣一路奔赴京城。去往京城的马车上，景嫣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，毕竟这是她第一次去见公公婆婆这样的人物。但是她面上还是可以保持平静的。没办法，前世加上今生，她所经历的大风大浪也不算少了。这件事情又怎会让她失去应有的冷静？再不济，不还有吴晓峰在旁边呢吗？他找夫君可不是让他看着他被人欺负的。其实当吴晓峰与他说起想带他回家的时候，他还真挺惊讶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。可当时他那一句等不及想让你成为我的妻子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感动了。心心念念爱慕之人，终有一日携手共生。踏入一辈子这个门槛的时候，那颗激动的心是难以名状的。京城距离村子不是很远，加上马车给力，惊讶很快便看到一座府邸，恢宏气派。吴晓峰温和地拍了拍景嫣的手，示意她放松。下了马车，让景嫣紧随其后，两人一起入了府。玉儿回来了。一位端庄大气的妇女从后院方向走来，望向吴晓峰的眸子里尽是高兴与宠溺，以至于吴晓峰近身的女子却并未入眼，直冲冲而来。吴晓峰长袖一甩，恭敬有礼，向来人行礼问安。母亲。景嫣站在吴晓峰身后，不卑不亢地行礼，道：“夫人。”吴母微微一愣，旋即望向儿子吴晓峰，问道：“这位是？”吴晓峰笑了笑：“母亲，进去说。”吴母眸光掠过景嫣，却始终落在这个许久未见面的儿子身上，带着一干下人直接入了屋。吴母坐在首座上，看着吴晓峰，欣慰地点了点头，可眸光一转，看到后面的景嫣身上，她温和的目光突然变得凌厉起来。吴晓峰虽外出，但依旧会隔一段时间寄一封家书回来，所以吴母早就知道了景嫣的身份。对于吴母来说，她并不满意这个未得她许可的儿媳妇，理由自然是身份太低。吴家好歹也是个名门望族，又怎么会让一个农女进门？传出去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她上下打量着景嫣，想要给她一个下马威，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你便是景嫣，虽是农女出身，但样貌也算不错。她在样貌上重读了音儿，意思是说她以色侍人，难登大雅之堂，只配为妾。毕竟现在都是说娶妻当娶贤。景嫣还未开口，便听吴晓峰温笑着替她解了围：“这可是我选的妻子，自然不止样貌好这一个优点。”即使儿子开了口，吴母也不多说什么，不然岂不是在标明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儿子识人不清？打从吴老爷回来后，听闻景嫣，自是心中吃惊。吴老爷对于景嫣的身份也是惊讶不已，没有想到当初的一个失误，竟会让俩人走到一起。景嫣看着座上的吴老爷，也是感慨万分。不久之前，他们还是差点就要打起来的两队人，如今却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对话，换到一般人自然是不信的。好在吴老爷乃是一家之主，
心思自然没妇孺那等狭隘，凡事看得长远且理智，对于景嫣倒是没什么条件的。再说了，年轻人的事情，他们做大家长的，自然也不能插手太多。早在之前，他就对这个所谓的景神医有一丝好奇，那是觉得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家家罢了，哪有那些人说的那么神。可到后来看到景嫣对人处事的态度，实在令人刮目相看，身上透露出的也是一股子大家闺秀的气质。如果不知道景嫣的来历，怕是会把景嫣错认成京城里的千金小姐。吴老爷看着景嫣，眼里却满是赞赏之情，倒是让旁边吴夫人对景嫣越看越不顺眼。这时候，吴老爷开口问道：“景丫头，小风对你不好的话，可一定要和叔叔说，叔叔替你教训他。”吴老爷越看景嫣越顺眼，却吴夫人刚好相反。谢谢您，小风待我一直很好。吴夫人坐在另一边，心中正不爽，暗中拧着手帕，并计划着该如何灭了这段孽缘。聊天之际，一声不适宜的声音响起：“哟，今天这么热闹啊！”一个粗犷的声音传过来，人未置声先到，随后进来的就是一个满身金银珠宝，手上都是翡翠戒指的大胖子，气势汹汹进了门，随后毫不客气坐在左边把手第二个的位子上。吴老爷敛起笑容来，心情似乎不悦。吴老爷眉头一皱：“管家呢？还不快清人？什么鸟都放进来，还有没有家法了？”管家也犯了难，面前这位说好听点是个皇亲国戚，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家里有个姐姐是如今皇上的宠妃，仗着这个关系，在他们城里强抢民女、强抢民男的事儿做了不知道多少回。要说吴家和他有什么渊源，大概就是当初这死胖子瞎着眼睛要把吴家少爷给绑回去做小妾，加上吴家少爷是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一个，这个脾气差点没当街把这人的二兄弟给揍废了，这才因此结下了梁子。这胖子倒是没什么，恃宠而骄而已。可他身后那个家族，因为贵妃受宠，整个家族的人头都恨不得仰上天去，有几个小辈已经轻狂到想要骑上吴家的头。吴家虽非书香门第，却也见不得他们如此，一来二往，任由对方造次也没管过几次，反倒是这死胖子三天两头来吴府炫耀。你们也不看看那老管家赶不赶上啊！胖子毫不吝啬自己的粗鄙话语，把吴老爷的脸逼得通红。吴老爷是一个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之人，气得垂了下把手。他们也还真的不敢和这胖子动点手，要是让他家里那位给顶头上的老大吹吹枕边风，他们吴家也吃不到好果子。景嫣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拍响桌子，站起来，平生最见不得这种恃宠而骄的废人，平白无故仗势欺人，上无王法就罢了，如今碰上了景嫣这个前世今生都喜欢管一管的人，算是碰对了人了。胖子像是看到什么新鲜事物一样，小眼睛一眯：“哟，还是个小美人啊，考不考虑陪陪哥哥呀？”胖子色眯眯的眼睛一直停在景嫣身上。吴晓峰走到胖子跟前，拎住他的衣领贴近耳朵：“你是不是想断子绝孙？”“嗯。”吴晓峰说完，便借力把胖子扔在地上。胖子头上冒起虚汗，他怕，当然怕。吴晓峰这样的人能对他做出来什么了？他可不敢去想。景嫣咳了咳嗓子，想要说话，却被胖子抢了去。“你们吴家也就是在欺负人这方面强势点，该你们做的事情，你们做的屁都不如。我呸！”胖子干脆坐在地上不动了，朝着地板吐了一口痰。景嫣疑惑地看向吴晓峰，吴晓峰叹了一口气，告诉景嫣，之前吴家接手了一个案子，可是审了半月有余，却一点都没审出来信息。被这胖子听到，就又来用这事笑话父亲，父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景嫣挑眉，审问犯人这种事他最拿手。吴晓峰看向吴老爷，吴老爷虽然气，也不知道怎么反驳。景嫣走到胖子跟前：“你不就想知道结果吗？那我告诉你。”景嫣拉着吴晓峰出去。
吴老爷也是束手无策了，才把希望交托给景嫣。景嫣让吴晓峰带她去关押犯人的地方。吴晓峰速度很快，景嫣审问的速度也很快，半炷香时间，犯人就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吐出来。景嫣神清气爽地从里面走出来，牢房里传来犯人越来越弱的惨叫声。景嫣挺身而出解决问题，又凯旋而归。当景嫣把犯人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说出来的时候，胖子惊呆了。但是胖子为了维护尊严，仍是梗着脖子说：“我们都没有看到，一定是你胡编乱造的。”景嫣从怀里掏出犯人用血写出来的字书，一把拍在胖子脸上，血腥味道扑鼻而来。胖子恶心的干呕一声。吴老爷见此，也是打心眼里佩服景嫣的办事速度。景嫣聪明地把犯人的事情解决，胖子顺带被景嫣对的颜面扫地，灰溜溜离开了。如此狼狈，走之前还不忘还吐了一口口水，嘴里还在放着脏话。吴晓峰伸手弹出一个石子，正巧打在胖子身上，胖子一个重心不稳倒在地上，直哎呦个不停。吴老爷对景嫣赞赏不已，一个女孩子家家做事这么利索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不管是行为处事，还是护短的样子，都让吴老爷喜欢的不能再喜欢，太对他的胃口了。景嫣也只是低头笑笑，并不言语。景嫣同吴晓峰父母用过午膳，就提议家中还有些许家务要办，现已是时辰不早了，这里距离家中又有些距离，所以准备先行告辞，下次再来拜访。吴晓峰出言挽留，就连吴晓峰的父亲也出言道：“景姑娘放心，我吴府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人家，但是准备一间客房还是有的，若是不嫌弃，还是留下休息一晚，明日让小峰送你一程。”景嫣听到两人都出言相劝，但是余光看到吴晓峰母亲略有厌恶的脸色，还是决定现在就走。虽然吴晓峰的母亲将这种厌恶的情绪隐藏得很好，但是不论如何隐藏，景嫣还是能够感受出来。伯父，小峰你们不用挽留，当真家中有些许事务我要处理，不然非要在此蹭吃蹭喝一段时间不可。景嫣委婉拒绝，表示坚决要走。吴父见景嫣坚决要走，也不好过多的强求，只是吩咐吴晓峰出门去送一下景嫣。其实身为吴府的家主，既然能够坐上这个位子，必然不是什么简单角色。对于吴母故意刁难景嫣的事情，吴父不可能没有一丝察觉，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任何表示，也不阻拦，更不参与，好似就这样放任两个人这样，只要不太过分。吴晓峰陪同景嫣一直相送到吴府门外，拉着景嫣的手，两目相对。嫣儿为何今日就要离开？可是我做的那点不好。这句话原本像是自责的语调，可是此时吴晓峰说出来，却是有点小小的埋怨，好似受了什么委屈似的。景嫣也听出了吴晓峰口中的意思，但是真的不是自己不准备留下来，是真的景嫣对于那个讨厌自己的吴母，现在还没有任何办法。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，但是景嫣是真的搞不懂吴母为何处处刁难自己。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的身为农人的背景？要是真的因为自己背景的原因，景嫣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。若吴母依旧这样刁难自己，那只能还以颜色了。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，谁还不是个小公主？但是那也只能是以后的事情。此时景嫣听懂了吴晓峰的话外之音，也只好出言解释道：“小峰，你想多了，并不是我今日要走，而是实在是你的母亲对我有些许不满。我想着等过些时日再来拜访，说不定可以少点误解，你说呢？”景嫣也知道吴晓峰不是什么不懂事理之人，他之所以没有发现自己的母亲对景嫣偏见，也许可能只是因为面对两位自己生命中都如此重要的女人，他一时还不知如何处置这种情况，所以难免有些慌乱，才会有意无意地在逃避这个问题。现在自己当面指了出来，
景嫣相信吴晓峰不会这样一直装傻下去。吴晓峰迟疑了一会，这个时候，说实话，他真的有点左右为难。一边是自己的生母，另一边又是自己想一生守护的女人。不论如何选择，最后受伤的那个人，都是会让吴晓峰陪他难过的那个。嫣儿，母亲可能是因为有些误会才会这样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妥当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。吴晓峰对景嫣许下了一个保证。虽然景嫣经历过上一世的洗礼之后，对于男人骗人的鬼话都不抱太多的希望，但是听到吴晓峰如此说，还是有点小欣喜的。在这样一个封建思想浓重的时代，吴晓峰还能给自己一个这样的诺言，想来必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。景嫣当即也不再强求什么，只是轻轻地答了句“嗯”，也没有太多的情话，也没有过多的言语，只是一句简单的一个字儿，仿佛告诉吴晓峰：“你记得你的诺言就行。”景嫣低低一笑，只是随手抚上缰绳，登上马车，没有回头，直接离开。吴晓峰有些恍惚，还是搞不懂景嫣一个“恩”字里包含和什么深意。吴母见儿子满心欢喜地送景嫣，满脸愁容地回来，当即有些恼怒：“峰儿，可是那景嫣故意刁难于你。”吴晓峰正在思考难题，却被吴母拉回现实。听闻自己母亲火药味十足的问话，母亲说哪里话？嫣儿怎么会为难孩儿？是孩儿自己在想些事情，一时有些失神而已。吴晓峰在母亲面前想要尽力地维护景嫣的形象，但是事情发展总会出人意料之外。我不管这个景嫣如何迷惑于你，使得你处处维护于她，但是这门亲事我是坚决反对。你若是偏要娶她，除非我死了。吴晓峰的母亲也不和吴晓峰绕弯子，直接出言反对，坚决不同意吴晓峰和景嫣的婚事。吴晓峰也没有想到自己母亲会这么决断，如此坚定反对自己的婚事，一时又有些失神。母亲大人，我和嫣儿是真心相爱的，还请母亲成全。吴母听到吴晓峰竟然违背自己的意愿，越发的恼怒。要知道，吴晓峰从小就是乖巧得很，一直没有做什么违反父母意愿的事情。这一次竟然因为一个女人公然违背自己的命令，吴母越想越生气。我不管那个狐狸精用什么妖术迷惑于你，总之他景嫣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休想进我家门半步。吴父高居首位，一直只言未发，好像下面争吵的两人与自己无关一样，也不知在思考些什么。你也不小了，确实到了婚嫁年龄，母亲为你做主，丞相的千金。陈静熙原本被自己母亲逼得说不出话来的吴晓峰，听到自己母亲要自己迎娶陈静熙，当即出言打断吴母：“不行，我此生除嫣儿不娶。若母亲大人再如此逼迫孩儿，那孩儿只能以死谢罪了。”原本吴母要以死相逼，吴晓峰顾忌自己母亲安危，不敢贸然忤逆。但现在明显是自己母亲要逼迫自己迎娶相府千金，哪里是不喜欢景嫣，明明就是相中了相府千金。吴晓峰当然不能服从，不仅出言反对，反而以死相逼自己母亲。你这逆子，你想弃死为娘吗？静熙哪里比不上那个狐狸精？相府千金看上你，你还不同意？你是上辈子修了多大的福分啊！你这逆子！吴母见吴晓峰依旧要忤逆自己，当即厉声呵斥：“母亲大人不必再说，孩儿心意已决。既然母亲大人不同意我和嫣儿的婚事，那孩儿只能谢过母亲大人的养育之恩了。”吴晓峰说着，便跪在吴母面前，连行了3次大礼。吴母见吴晓峰竟然不是吓唬自己，当即有些慌乱，说话都有些不太稳：“你这逆子！逆子啊！”吴母双手还不住打着哆嗦，想来也受到了不少的惊吓。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这还是他那个识大体的优秀儿子吗？吴晓峰行完大礼，起身对着自己的父亲又行了一礼，就要转身离去。“你这逆子，给我站住！”
你要是敢迈出吴家一步，为娘就死给你看。”吴母见吴小峰当真要走，再次以死相逼，想要留下吴小峰。吴小峰脚下一顿，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一旁一直没有参与的吴父终于发话了：“你给我闭嘴！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还嫌不够丢人不成？”听到吴父的连声斥责，吴母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，当即老实了不少，也不再哭喊，而是老老实实的躲在角落不敢出声。你若想好，就按自己心意去做，为父不干扰于你。吴父言简意赅，没有废话。虽然他确实比较看好景嫣，但是考虑到背景等等的原因，自己又无话可说，只能交给自己儿子自己选择。虽然有点不负责任，但是这样他才能最好的保护这个偌大的吴家，免受波及。吴小峰再次对父亲行了一礼，谢父亲大人成全。说罢之后，头也未回地出门而去。吴小峰一路急切地紧赶慢赶地向着梨花村方向行路，他要告诉景嫣，自己决定了，自己知道如何抉择了，自己要选他，此生非他不娶。因为吴小峰先将景嫣送走的，虽然吴小峰在家中和吴母争吵没多久，但马车行进的并不算太慢，一路行来却并没有追上景嫣的马车，而是等到景嫣回到梨花村休整了一会之后，吴小峰才跟了上来。景嫣正在疑惑，为何自己刚走，后脚吴小峰的马车就紧随其后跟了上来。此间吴小峰已经下的马车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直接将景嫣抱在了怀里。景嫣见吴小峰就这样抱着自己，也不说一句话，心中有些疑惑：“你怎么了？怎么我刚走你就追了上来？还这样怪怪的？”景嫣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，她真的好奇吴小峰今天的反常举动。今天的吴小峰不仅没有以前的沉稳，甚至有点激动莫名。这一点被吴小峰抱住的景嫣此时最有体会。没事，就是想你了。吴小峰不想景嫣担心自己，自然的想着隐瞒。即使吴小峰不说，景嫣也可以猜到，肯定是因为自己。吴小峰和吴母闹矛盾了，一定是吴小峰一气之下离家出走。弄清事情的所以然，景嫣出言安慰道：“你不要意气用事。虽然你母亲现在对我还有些偏见，但是我相信以后她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。”景嫣虽然可以猜到怎么回事，但是并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委，也不好过多说什么。见吴小峰依旧紧紧抱着自己，也不再多言。吴小峰在景嫣的安慰下，情绪和心情都渐渐好了很多。吴小峰看着一直安慰自己的人，会心一笑，很想伸手去揉揉景嫣的头，又怕景嫣会不喜欢，便放下了手。一旁的景嫣看见吴小峰似乎想做什么都又放下的手，还以为吴小峰是想拉自己的手，又不好意思，微微一笑，主动伸出小手，紧紧地抓住了吴小峰的双手。吴小峰显然是没有想到景嫣竟然会这样子，一愣，才明白原来是自己刚刚想揉景嫣的头，却停下来，让景嫣误会了自己。不过这是一个美好的误会。看着自己的大手被景嫣的小手握住，吴小峰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，复又把景嫣的双手握在手心里。嫣儿，你相信我吗？吴小峰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自己的母亲不喜欢景嫣，景嫣会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？景嫣看着自己的手被吴小峰握得紧紧的，就知道吴小峰是有些担心的。景嫣的双眼转而看向吴小峰，吴小峰也在看着他。景嫣的脸上荡漾起一丝笑意，说道：“我相信你。”简简单单的4个字，吴小峰的心就安定下来了。吴小峰依然紧紧地把景嫣的手握住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嫣儿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你。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。虽然我母亲不同意我娶你，不过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3书6聘8抬大轿迎娶你的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哪怕那个人是我母亲，我也一定会娶你的。”吴小峰的话让景嫣心头一暖，
古代是一个重孝道的时代，吴晓峰愿意为了自己而忤逆自己的母亲，可见吴晓峰对自己用情之深。景嫣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是相信吴晓峰的，开口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你母亲，如果可以让她接受，我就是最好的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们再想办法。”景嫣这样子说，并不是真的很在意吴晓峰的母亲会不会接受自己，她只是不愿意让吴晓峰以后背上不孝的罪名而已。她喜欢的人是吴晓峰，不是吴晓峰的母亲，所以她也只是为了吴晓峰着想而已。这时候天已经是正午了，景大哥见吴晓峰并没有离开，热心地留吴晓峰吃午饭。吴公子，中午留下来吃饭吧，饭菜可能不合你胃口，还希望吴公子不要介意。吴晓峰忙看了看景嫣，见景嫣点了点头，表示他可以留下来，才对景大哥说道：“哪里，是我叨扰了。”看着如此平易近人的吴晓峰，景大哥也觉得非常高兴。吃饭的时候，景嫣家并没有那些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，不过今天因为有吴晓峰在，所有人都没有像平常那样开口聊天。小峰，你多吃点。景大哥高兴的直接不再叫吴公子，而是叫小峰，因为知道了这件事，饭桌上立刻就不一样了，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，看起来就像是已经是一家人了。景嫣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模样，也开心的扬了扬唇，看着开心的家人，看着高兴的吴晓峰，心里感觉很满足。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子，多好。另一边，吴家大厅里，吴母看着对面的陈静熙，是怎么看怎么满意，觉得陈静熙人漂亮，身世又好，脾气还好，自己的儿子怎么会不喜欢？自己的儿子一定是被景嫣那个农村女人给骗了，一定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一直认识的都是陈静熙这样的大家闺秀，突然看见景嫣那样子的农村女人，觉得新鲜，才会说出来要娶景嫣的混话。想到这里，吴母看着陈静熙的目光越发慈爱，看得陈静熙心里一阵阵的高兴。静熙呀，你是不知道，小峰他最近被一个狐狸精给迷了，竟然还想娶回来。你也知道，伯母心里的儿媳妇只有你，是不可能让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进门的。吴母一开口，就是表明了自己只承认陈静熙一个人当儿媳妇。陈静熙听完，又是一阵得意，不过又想了想，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狐狸精？什么狐狸精啊？伯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见陈静熙这个反应，吴母心里早就有了打算，就是一个乡下的野丫头，叫什么景嫣。小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竟然看上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。那个丫头，哎，家世相貌什么的都跟你没办法比。你是不知道，那丫头很没有礼貌，难怪是乡下人，什么都不懂。静熙呀，你可要把小峰给抢回来，我是不可能承认那个野丫头的。吴母的话里都是鄙夷。陈静熙听完吴母的话，非常愤怒。什么东西？一个乡下的野丫头也敢抢自己看上的男人？陈静熙心里冷笑一声，脸上却都是楚楚可怜的对吴母说道：“伯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小峰做错事的。”虽然陈静熙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的，不过他心里可是炸开了锅。景嫣，好，很好，敢和我抢男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对于这件事，陈静熙怎么也都咽不下这口气。他自持身份高贵，朝中不少官员巴结于他，京都的衣服也是其中之一。他想到时可以把景嫣当奴隶买进府中，后面的事情还不是任由他处置了。但是至于户籍什么的，就让尹府去办。他不是想巴结丞相府吗？就给他一个机会。于是便让身边的丫鬟小翠去了尹府一趟。小翠很听话地来到尹府，走到门口就被人拦下。来者何人？闲人免进。小翠从袖子中拿出一块令牌，说道：“我乃丞相府中之人，要见尹府大人。”守在门口的士兵一听，
相互对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确定那是丞相府的令牌后，左边一个说道：“请在此等候，我等这就去禀告尹府大人去。”说完就入府府找人，什么样的人身边也都是什么样的人。陈静熙是个自持身份高贵、无视一切、有点小聪明的女人，她的身边自然也都是一些狗仗人势的奴才。小翠不将两人放在眼里，还催促地说道：“你们最好快点，可别让我家主子等着急了。”走了没多远的士兵呸了一声，小声说道：“狗奴才，人家是习武之人，耳力自然是好的。”而人家听到小翠说什么了？可是小翠并没有听到人家说的什么，况且小翠又没有故意避开旁人人。而留在门口的另一个人就当完全没有看到他一般，去找尹府的那人故意放慢脚步，拖延了一会，才来到尹府身边说道：“报，丞相府来人。”尹府一听，立马起身问道：“是何人？”士兵回道：“一个丫鬟。”尹府一听就懈怠了起来，不慌不急又问道：“有没有说来者何意呢？”士兵回答道：“说是有事要和您面谈。”尹府略有不解，便还是说道：“是快快把人请进来吧。若是这事能办好了，就能升官发财了。”是。传话儿小厮来到大门外，连忙讨好的说道：“我家老爷有请姑娘。”听到别人如此称呼自己，小翠感觉好极了，越发的趾高气扬了，于是说道：“还不快点前面带路！”小厮答了一句是，立马转身前面带路，一边带路一边奉承着小翠，好话一直说不停。小翠心里乐开了花，她却不知道自己在这小厮眼里就是一个蠢家伙。小翠见到尹府，说道：“我乃大小姐身边的一等丫鬟，小姐让我来交代你一件事，若是办得好，丞相府许你的好处少不了。”小翠可对尹府没有半点尊敬之意，甚至连尊重都没有，这可把尹府给气坏。但她敢怒不敢言呐，毕竟这是丞相府的人，还是大小姐贴身的人，只能恭敬说道：“姑姑请说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下官都能办好。”见尹府对她都如此客气，小翠感觉自己要飞上天了，高兴地说道：“我家小姐让你把景家的景烟改为奴籍。”尹府犹豫了一下，整个京都没有几个景家，回头想了好一会，才想起这个景烟是哪家的，不过是一个偏僻小村庄的贫穷村妇而已，没有任何背景靠山，很容易的事情，所以便愉快地答应了下来。得到回复的小翠很快打道回丞相府，告诉了陈静熙这个好消息。尹府的人派人来说事情已经办好了，陈静熙立刻大摇大摆地跑到景烟家里去了。景烟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地吃着饭，陈静熙闯了进来。景大哥见此，连忙起身说道：“私闯民宅，小心我去尹府那里告你们！”陈静熙嚣张跋扈，全然没有半点大家闺秀模样，但说出的话来却让在场人一惊：“别呀，我来这也就是为了买个丫鬟罢了。”景烟开口：“这里没有你能买的。”陈静熙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你景烟。”景小景连忙抱住景烟，景大哥挡在二人面前，说道：“不可能，我们虽然是平民，可是朝廷律例并没有这种许可，我看你们谁敢犯？”陈静熙倒是不着急，说道：“那是以前，前不久你女儿已经被编入奴籍了，自然可以买卖。景烟平时已经足够好脾气了，主动上门说要买她当丫鬟时，事前也已经将她贬成了奴籍，并非善茬。滚出去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不同意，难不成你还想强买强卖吗？”陈静熙被景烟吓到了，他从未见过景烟，只是听说而已，万万没想到他竟如此厉害，但还不忘挑衅道：“景烟，你终归还是会落到我手上的。”说罢，陈静熙带着人离开了。景烟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个嚣张跋扈女人的记忆，她连见都没有见过。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是谁？为何要这样做？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严氏和崔氏耳朵里，平时他们可是恨透了景烟，
由于心生妒忌，又看不惯被大家夸赞的景嫣，更是羡慕景家越过越好的日子。加上几次找茬，都被景嫣那丫头给治得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心头怒火更盛。好容易碰上次好机会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放过那丫头呢？二人一起去找了陈静熙，告诉他们两个可以做主卖了景嫣，还能把景嫣带到他面前来。陈静熙一听，高兴极了，给了他们100两银票，全当买下景嫣的钱。若是事情办成了，另外再赏赐100两。严氏和崔氏怎么可能见过这么多钱，连忙答应了。他们还从陈静熙手中要了些迷药，让陈静熙坐等好消息就是了。景嫣正在家里担心，听到严氏居然让人请他一个人去万福楼一趟，严氏哪来的那么多钱？肯定有问题。自己前世好歹也是杀手，怎么可能对付不了严氏那个老妇人？让小景留在家里等着，只身来找严氏。包间里除了严氏，还有崔氏。看到崔氏在，他一点不意外，在不在都是一样的。崔氏见他来了，连忙招呼着坐下，还倒上一杯茶，亲切地问道：“听说你家今日有人闹事，家中无碍吧？”景嫣淡淡回道：“无事。”心想断然不是问这事。严氏随即说道：“走了这么久，渴了，尝尝这茶，可好喝了。”景嫣心生戒备之意，他千算万算没想到他们居然还下药。喝了茶后的景嫣头昏眼花，昏迷之前看到严氏和崔氏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方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但最后一眼看到有人推开了门，见人进来，严氏急忙说道：“快送到大小姐那里去。”一个大汉扛起景嫣，3个人偷偷摸摸地从后门上了马车，前往丞相府。这一切都被偷偷跟来的小景看到了，他十分担心景嫣，又不敢打草惊蛇，于是他拼命地追赶着马车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陈静熙他们3人动静太大，以至于吴晓峰竟也知晓了此事。怎么回事？吴晓峰气得拍起了桌子。吴夫人闻声赶来，关切问道：“怎么了，峰儿？”吴晓峰直视吴母，焦急说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陈静熙居然绑了景嫣，他怎么可以干出这种事情，这么无耻的事情？”吴夫人言：“你是说静熙绑了景嫣？”“对，就是他。”“娘，你怎么能喜欢这样的人？他待在我身边，真的是对我好吗？讲真的。”吴夫人的确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，她也的确没想到陈静熙会去绑架景嫣。不过陈静熙必须抢回吴晓峰，不管他用什么手段，只要不伤害到吴晓峰，他都可以容忍。胜者为王，他早已看透了，他不会让吴晓峰娶一个没家庭背景、没实力的女人。他瞧不起景嫣，不管景嫣再怎么努力，丑小鸭终究成不了白天鹅。吴晓峰见母亲不语，更慌了，摇了摇母亲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我要去丞相那边一趟。”“等等！”吴夫人拉住了吴晓峰的手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你别慌，我和你说，陈静熙做出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你，他是想要得到你啊。如果景嫣不出现，他也不会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去处理。你说对不对？静熙这孩子，娘喜欢很久了，你是我们吴家的嫡子，你说娶一个那样不知名的女人，不仅对吴家没任何好处，对你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你拉住我，就是想和我说这些，就是想让我回心转意。”吴晓峰听了他的话，有些失落。“我和你说，我吴晓峰这辈子非景嫣不娶，想我娶陈静熙，不可能，他要走。”吴夫人又拉住了他，可这次吴晓峰没有停下来，他甩开了吴夫人的手，直奔丞相府。他不是对自己的娘不尊重，他只是怕再晚一点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“景嫣，等我，等我，坚持住！”终于到了丞相府，门是敞开的，像是故意在等他。大步走进去，浑身上下无一处不是怒气横生模样。但只见陈静熙悠然自得地喝着茶，若他人见到，必会称其优雅。可吴晓峰现在哪有心思管他？吴晓峰直奔主题：“景嫣呢？当然在打扫屋子啊。都说了，我买她来做丫鬟，
不干活做什么？我又不是把他招来当个祖宗供着。你也知道，丫鬟都是干什么的吧？陈静熙笑道，在吴小峰面前，倒也不在乎什么形象，赶紧给我放人。吴小峰听此，的确有些慌了。哟，急什么呢？皇上不急太监急，这屋子他还没扫几间呢。别慌啊，别和吴家作对，你知道的，没有好下场的，是没有好下场。你父母吴家都是你的靠山，可现在呢？我是谁呀？我堂堂丞相之女陈静熙呀！你以为我是和景嫣那样的没有身份的寒酸人家？给我闭嘴！吴小峰气了，他不允许有人说景嫣的不是，生气了。陈静熙见吴小峰这副模样，倒是越来越想激他了。你也知道，你娘不喜欢景嫣，她喜欢我，那么自然向着我，我也是有依靠的，不是吗？你和我这么倔干嘛呢？直接爽快点和我谈谈条件不就好了吗？你在这里所耗的时间，就是景嫣干活的时间，你难道不心疼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不是我想要什么，而是我爹想要什么。你很早的时候就威名天下，谁不知道你吴小峰对吧？也不知道你官职够不够大，能不能让我爹卖你的面子，也不知道是否已经安排好。陈江从屋后出来，对吴小峰说道：“小峰，这件事情也是静熙迫不得已的，你不要怪他，还真的父女关系，一上来就包庇自己的闺女。没事，说吧，您想要什么？我想你入室，不可能。”吴小峰想也没想就拒绝了，他的初心就是不入室，他怎么可以丢了自己的初心？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他一直记得这句话，铭记于心。随便你，这只是条件，你不想接受也可以，不过就是让景嫣在我们这儿干一辈子活。他一个刚来的，多多少少不知道点规矩，打个几板子就知道了。陈静熙故意说道，为的就是让吴小峰答应。有了爱人，就有了软肋。没错，景嫣是吴小峰的软肋。只要我答应入室，你就放人。当然，好，我接受。陈静熙虽然早已料到他会同意，可他还是那么有一点点心痛。他喜欢的男人，为了另一个女人，不惜放弃自己的初心。这说明什么？景嫣已经占据了吴小峰的心。哦不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又不会认输的。他要得到吴小峰。景嫣，咱们走着瞧。明天我就去见皇上，识相就尽快把嫣儿放出来。如果我第二天见不到他，我立马走人。我吴小峰从不说假话。好，吴小峰可以没有所有，但偏偏不能没有景嫣。毕竟他是独一无二的。在遇见景嫣之前，他的初心是不入室；在遇见他之后，他的初心就是景嫣。他值得成为吴小峰初心变化的核心。故事未完待续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更新，点赞越多，更新越快。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